虾仁，咱待你不薄，让你驻守重地，你却起兵造反，为人臣你不忠，为人子你不孝。父皇，儿臣没有造反，儿臣侍奉了父皇的圣旨，奉天靖南。游记的父皇分封诸王时曾说，日后朝中若有奸臣作乱，各地藩王尽可领兵进京，秦王除奸，确保大明之基业，传之千秋万代，言犹在耳。父皇忘了吗？咱真是瞎了眼，让你领兵驻守塞外，你竟然还打着奉天靖南的子来造咱的反，咱有什么大错？何罪之此？让你奉天靖南，兵谏于咱。父皇，你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功在社稷，彪炳千秋，你本可以名垂青史，可你为什么要背上一个诛戮功臣的污点？儿臣兵谏不为其他，只为清君侧。父皇公是功，过是过，儿臣要说你三大错。咱以为你奉天靖难只是个幌子，现在看来你倒是有备而来。咱为国为民，殚精竭虑，宵衣干食，操劳几十春秋，到了你这里，咱不仅有过，还有三大过。好的很，你说，咱今天就让你说，咱三大过在哪里？你说。父皇，三大过错不分先后。第一错，为百官说你不该不顾臣心，强力朱允为储君，甚至为他屠戮功臣。那些跟你打天下的人，到头来落了个兔死狗烹的下场，谁能甘心？你知不知道背后官员骂你是晚年昏庸的毒夫？放肆，立嫡立长，那是自古的规矩，咱没错，那些反对咱的才是错。咱是皇帝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咱给的你可以要，咱不给的你不能抢。咱立谁做储君，那是咱的事。父皇，规矩是人定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。立嫡立长，子或长子昏庸无道，那你也立吗？为帝王者，最忌独裁。父皇，你不以臣以为景也就罢了，还将他们屠殆尽。他们是谋反了，还是弑君了？因为他们不支持你选的继承人，就该杀；功高震主，就该杀。怕他功高震主，当时为何又要派他去立功，吃着他们给你煮的饭，还砸着煮饭的锅？这是为君之道吗？再者说，他们纵使犯了罪，你处置他们也没问题。但你这2年来株连了多少功臣勋贵？难道把武将都杀光了，你就高兴了？没有人反对就是对的了。若你是家主，你把家产给谁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没人能过问。可你是天子，储君是国之命脉，这不是家事，是国事。跟咱打天下，咱没许给他们应得的荣耀吗？封侯拜相者少吗？可他们贪心不足嫌不够，难道不该下手吗？父皇一味的屠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这件事情牵连甚广，你一个个的都杀干净了，是痛快了。你自以为是，认为奉天殿上血流成河，大明江山就能繁荣昌盛。可你想过没有，谁还敢再为我们老朱家卖命？还有，你杀了一群肥羊，但是朱允文一旦登基，未来肯定要封赏功臣，到时候上来的就是一群恶狼，还是一群没有人能够制衡的恶狼，他们的肚子里可还是空的，到时候他们又来吸大明的血，还吸得更多，这不是错吗？那依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触犯国法就应该无罪释放了？他们再有错，那也是开国功臣，更何况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父皇你自己就没错吗？咱严刑峻法，咱认。但是你说咱蛮横专行，咱问你，天子行事还要和其他人商量着来吗？既然如此，父皇召百官议政干什么？父皇都是万能的，什么都知道，百官只需要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父皇，然后父皇瞎鸡巴乱指挥，把大明弄得一世而亡，岂不更好？360行，父皇行行都精通。父皇你又要马儿跑，又不想给马吃草，天底下有那么好的事情吗？父皇你第二过错就是抠门，这一错为百姓说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你可以抠门，但是作为皇帝，你这就是君逼臣贪，你恨贪官，你杀贪官，但儿臣告诉你，你洪武大帝朱元璋才是贪官之祸最大的根源所在。放肆！你敢再说一遍？咱为国为民，杀贪官还是错了，百姓还认为咱是错的。父皇治理天下靠的是你一个人吗？还不是要靠官员？官字怎么写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官字2个口啊！你不把上面的那个口为保，凭什么要求他们去帮你为保下面那个口？你发的那点俸禄够干什么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都难，更别说是人情来往了。我大明多少官员一腔热血，一片担心报效国家，可是因为你硬生生通的他们做贪官，你不给他们活路，他们就只能贪。你说贪官是百姓的罪人，这话大错特错。百姓最大的罪人是你，弑君逼官贪，你自以为是为百姓好，实则害了百姓。你打着为百姓好的旗帜，却一直做着伤害百姓的事情。你下令禁海，你可知沿海百姓骂你昏君者不在少数？咱下令禁海，让沿海百姓免遭倭寇袭扰，咱成昏君了。
父皇，沿海百姓世代以捕鱼为生，父皇不许他们下海，这跟绝了他们生路有什么区别？一个世代以捕鱼为生的，你还能指望他们种地？你总是你觉得百姓缺什么，却不问问百姓他们真正缺什么。你说你禁海是为了让百姓免遭倭寇的袭扰，禁海治标不治本也就算了，还引起百姓众怒。父皇，你是要官逼民反吗？禁海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不是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灭了倭寇，平了那东瀛小岛，而不是绝了沿海百姓的生路。你高坐奉天殿，有亲自去沿海地区看看百姓吗？问问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你所给的真是他们需要的吗？朱元璋给的是朝廷需要的安定，朱重八给的才是百姓要的生活。父皇，这是你第二错，小气抠门，自以为是。咱错了吗？咱是为国为民，咱怎么会错了呢？父皇，这第三错，为儿子说，我现在以儿子的身份问你，这位父亲在你的心里是否只有大哥才是儿子，而我们只是皇子？你立朱允文为储君，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立嫡立长，更多的是出于对大哥的爱屋及乌，因为他朱允文是大哥的孩子，对还是不对？偏心，咱之过也，但咱杀贪官没错，咱定的俸禄虽有些低，但足够官员生活了。足够官员生活了，怎么只管官员吃喝就行了？官员就没有社交，官员就不需要走亲访友，官员就不需要生病吃药。父皇，儿臣去年在来京的路上，听到部分地区内部流传着这么一篇讨地檄文，父皇要听吗？讨地檄文，讨伐咱的，咱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？竟有人写文要讨伐咱，念，你给咱念。当此朝皇帝者，人非圣君，出身微贱，仗居达腹中之功，洋洋自满至极。昔于天下乱世时，广积粮草，高筑城墙，发迹于皇爵寺中，崛起于义军之内，急功近利，狼子野心，赚取利益之分毫，贪婪成性，封王不足，杀明王渐登帝位，形如恶兽，残暴令人发指，心似杀戮，令因让人视息，称帝不择手段，搬弄是非黑白。登基之后，以暴制暴，横行无忌，自诩有功，无上风光，耀武扬威，内心自私，为孙二图功臣，胸无乾坤，展功勋，免死狗烹，百官皆骂，自私自利，抠搜小气，无容人量，功臣遭戮，更绝如此，名副其实，过犹不及。洪武之独裁，威加海内，巍峨迫于九霄，犹复包藏私心，自诩为国又为民，实为自毁长城之举。无能之辈，立为储君，天地之所同极，百官之所共愤，臣子皆义愤填，求陛下三思，重定国本。允文究竟有什么泼天大罪？咱立他为储君，天下官员竟反对至此。父皇，话说难听点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嚷嚷，皆为利往。不符合官员利益的事情，当然天下臣工皆反对。父皇岂不闻那唐皇李隆基为博杨玉环一笑，动用800里加急来运送荔枝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后来底下将领逼李隆基赐杨玉环一死，否则他们就要清君侧。最后逼得李隆基赐杨玉环自裁于马为坡，这场兵谏才得以平息。父皇，你于国之大事都要独裁，天下臣工皆反对，你就不担心兵谏吗？一旦他们不认可父皇，父皇你不过就是个垂垂老矣的老人，那时候你又是谁的陛下？你又是谁的天子？儿臣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打到了紫禁城？还不是因为儿臣清君侧，靖国难，拯救大明于倒悬，维护臣子之利益。如今儿臣代表臣工，兵谏于父皇，请父皇以臣意为警，废太孙，重立储君，以固国本，以安臣心。请陛下废太孙，重立储君，以固国本，以安臣心。请陛下废太孙，重立储君，以固国本，以安臣心。乱臣贼子，乱臣贼子，当殿逼宫，目无君父。儿可是太傅方孝孺。正是。久闻公之大名，今日相会，幸甚幸甚。乱臣贼子，你行无名之事，假靖难之名，行篡位之事，你为人臣不忠，为人子不孝，你一个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，当着陛下的面狂悖不堪，以下犯上，授意群臣，逼宫兵谏，你简直罪该万死。天数有变，神器更易，而归有德之人，此乃自然之理。到了你的口中，怎么就成了谋权篡位？逆贼诛权，目无君父，谋逆犯上，何成有德之人？自神州沦陷，打虏入主中原100有余年，异族猖獗，天下纷争，社稷有累卵之危，生灵有倒悬之急。我洪武皇帝扫清六合，席卷八荒，万姓清心，四方养德，自非以权势取之，实乃天命所归也。陛下于南京紫金山祭天立极，称朕建制，临御万方，神文圣武，应天何人？楚中原以治万邦。然而你这乱臣贼子，不过浮草之荧光，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？在我洪武皇帝面前，弃人臣之礼，背父子之道，乱称什么天数，妄称什么有德之人，简直恬不知耻。
我原以为你身为大明臣子，面对满朝文武必有高论，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。我有一言，百官静听。昔日元廷之时，神州沦陷，一族酿祸，国乱岁凶，四方扰。一族之后，陈友谅、张士诚等接踵而起，逐鹿天下。如今庙堂之上，朽木为官；殿壁之间，禽兽食禄，致使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，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，这才以致社稷将变丘墟，忠臣饱受涂炭之苦。值此大明危急之际，方大人又有何作为？方大人之生平，我素有所知。你世居浙江宁海，拜大儒宋濂为师，理当匡军辅国，定我河山，何期反助鼠辈，荐居储君？你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。你敢不敢指名道姓？你别在这指桑骂槐。你说谁是朽木？你说谁是禽兽？你说谁狼心狗肺？你说谁奴颜婢膝？你什么你？你住口吧！你这无耻老贼，岂不知百官皆要生你肉？你安敢在此饶舌？今天亦不绝我大明！本王于塞外起兵清君侧，靖国难，匡君辅国，保我朱家江山，定我大明气数。你既为谄谀之臣，只可前身缩手，苟图一时，何敢在本王面前否定天数？你这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！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，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汝师宋濂？无能奸臣，你枉活30有8，一生未立寸功，只会摇唇鼓舌。一条断脊之犬也敢在本王面前艳艳狂吠，本王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父皇，朱允炆假仁假义，懦弱无能，岂可为国之储君？雄鹰之二真正的死因，父皇查过了吗？雄鹰不死，朱允炆永远没有当嫡子的机会，永远也没有登顶至高的机会。父皇，你对雄鹰的死就没有一点疑惑吗？你说什么？咱大孙的死有蹊跷？儿臣暗中调查多年，终有结果。雄鹰侄儿是被人毒死的，而下毒之人就是吕氏。验尸的仵作也已被吕氏收买，这才没有说出真实原因。事后仵作被吕氏灭口，吕氏就是为了朱允炆，而且这件事情朱允炆也知道，但为了那唯一的子长子身份，朱允选择了隐瞒。如此鼠辈也配为国储？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吕氏安排下毒的那个侍女被吕氏毒害，但吕氏没想到那个侍女跟一个太监是对时，那个侍女把这件事情跟那个太监说了，儿臣几经查访，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。可惜吕氏也查到了这件事，已经派人把那个太监灭口了。不过证据仍在，父皇只要开棺验尸，事实胜于雄辩，儿臣敢说就不怕父皇查。咱若查出非你所说，你当如何？查有所需，儿臣便以诬告罪论，自请削爵除宗籍。咱的大孙啊，咱这一生丧父母，丧妻子，丧儿子，丧孙子，苍天呐，咱何罪至此啊？悠悠苍天，何薄于咱？父皇节哀。拟旨：自古帝王立嗣以嫡，以嫡承宗，以嗣定统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夙夜忧思，以图良策。然皇储之位，关乎国家根本，不可轻视。太孙朱允炆承前之命，授以策宝，居东宫之位，却不恪守孝悌之道，不恭敬事亲，不友爱兄弟，行为不端，知情不报，性格乖张，行为不检，怀异端而害宗亲之死而不能瞑目。如此狼子野心之徒，岂可守气统，承社稷宗庙之重？今废黜朱允炆储君大位，收回储君金册金宝，并同时废为庶人，除玉牒，逐宗仆，幽禁天老，等待圣裁，即日布告天下，贤使之文，钦此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朕若立你为储君，你当如何？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内安大明社稷，外御大明强敌；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大明从此不称臣，不纳贡，不和亲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必迁都北平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承父皇之志，挺我华夏脊梁，为天地立心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愿见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百姓俱欢颜，为生民立命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愿弘扬圣人妙法，教化百姓，开治万民，为往圣继绝学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愿求天公重斗走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定要我大明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儿臣若为太子储君，必然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。迁都北平，北上御敌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好，好，好！
陛下，您王殿下天纵之才，理当册为储君，以固国本。陛下，您王殿下天纵之才，理当册为储君，以固国本。传旨，太子妃吕氏毒杀皇长孙，罪无可赦，废为庶人，暂求天牢不得出。这打开皇陵，咱要给大孙一个公道。若事情属实，让吕氏和朱允文为咱大孙陪葬。另外，你旨自古帝王祭天立己，抚育寰宇，必建立元储，茂隆国本，以绵宗社吴江之修。皇室妻子宁王朱虾人，日表英奇，天姿翠美，身消朕功，载基典礼，抚顺舆情。警告天地，宗庙社稷。于洪武28年5月13日，受朱虾人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系四海之心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陛下圣明，臣等参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陛下圣明，臣等参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朕预计28年，日夜操劳，如今龙体欠安，不宜处理国事。这太子监国摄政，军国大事皆取太子禁止，另召诸皇子进京参加册封大典。朕决定学习唐高祖，禅让帝位于太子。这礼部挑选吉日，待皇子全部到京，即安排登基大典。太子册封大典不办，但诏书依旧吉日布告天下。朕退位为太上皇，迁出乾清宫，退居永寿宫。这有司即刻筹办太子登基大典等事宜，昭告天下。此后百官须尽心辅佐，使我大明永昌。太上皇圣明，臣等谨遵圣谕。太上皇圣明，臣等谨遵圣谕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件大事要请父皇圣裁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此事关乎我大明千秋基业，是阻止我大明传之千秋万代的大弊端，而且是父皇所定下的。在父皇定下这条国策的时候，就注定了我大明300年内必亡国。放肆！你放肆！咱开国至今28年，和亲海晏，四海祥和，歌舞升平，吏治清明，内有国策治邦，外有色王定国。你敢说我大明300年内必亡国？你今天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还自罢了，否则，哼！儿臣要说的便是大明奉养宗亲之策。儿臣知道父皇穷苦一生，希望儿孙过得好些，但是儿臣不是要阻止这件事情，而是父皇对儿孙好的有些过分了。父皇，你可曾算过我大明宗亲俸禄的恐怖？可曾算过你的这条政策会成为我大明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？咱对孙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哪个父母不盼着儿孙好？咱对孙好，就要让我大明亡国？你简直放肆！父皇，你先别急，请容儿臣给你算一笔账。亲王爵1年的俸禄是米5万石，钞25000贯，盐200斤，茶1000斤，马匹草料600匹，锦40亚，菟丝300亚纱，罗各100亚，绢500亚，冬夏布各1000亚，棉2000斤。咱起兵反袁，戎马半生，驱逐鞑虏，赴华夏万里山河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身为父亲，让儿孙们衣食无忧，乃人之常情。而且这很多吗？当然不多，但是父皇别急，听儿臣继续算。行，咱倒要听听你说出什么子丑寅卯来。一个亲王的俸禄如此，现在大明26个亲王，算上早夭和薨了的，暂时先这么算。无非是26倍而已，又能有多少？不足大明岁入的1/10。继续算，父皇生了26个儿子，兄弟们就算不如父皇，每个人生10个儿子，嫡长子继承爵位亲王位，其余皆为郡王。也就是说，到了大明，到了第2代，就已经有了200余位皇室宗亲。那也不多呀。别急，父皇继续算，到了第3代的时候，这200余位郡王按照长子继承，其余儿子封为镇国将军等。咱们少算点，就按照30年为1代人，大明皇室宗亲第3代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000多人。以此为基础算下去，算到第7代，那时候大明已经开国差不多180年，大明的皇室宗亲就差不多1000万人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明的国库还供养得起吗？仅仅是供养皇室宗亲的生活开销，就能让大明国库入不敷出。若是再过1代，又按每个皇室宗亲生10个人算，第8代的时候，大明的皇室宗亲就已经达到了2000余万人。等到那时候，大明不亡，还有天理吗？父皇算不过来也没关系，户部尚书最清楚财政情况，你问他，到了那时候预测一下，国库还撑得起吗？你问问他，大明开国200余年后，大明财政会不会彻底崩塌？2000多万吸血虫趴在大明的身上吸血，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压榨，大明不亡更待何时？咱只是想儿孙过得好些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父皇作为大明开国皇帝定下来的东西都是祖制，父皇可有想过，即便我大明后继之君发现了这些弊端，有心改革匡扶大明，可是皇室宗亲或者是文武百官都会拿洪武祖制来压皇帝，敢改祖制就是大不孝。换句话说，大明亡国和父皇脱不了关系。父皇因为父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让后世即便出现中兴之主也是无可奈何，因为所谓的祖制让中兴之主也无法扶大厦之将倾，挽狂澜于不倒。儿臣敢断言，不要300年，大明必亡。父皇你说过，皇明祖训，诸家子孙皆不得违背，违者不入宗庙，享受血食。皇室宗亲的供养不能削减，祖训又不能违背，大明未来该何去何从？难道就没有解决之法？历朝历代不也有那么多王爷？他们是怎么供养皇室宗亲的？大汉皇室宗亲多，大汉先有七国之乱，再有推恩令，最后众多皇室宗亲，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，终日为生计奔波。在位的皇帝也沦为权臣的傀儡。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部也沦落到卖草鞋的了。汉之后两晋八王之乱，司马家诸王互相征伐，疆土让与外人，司马皇室尽数被屠。李唐盛极一时，但从太宗开始，李氏子孙争权夺位，骨肉相残，几乎每一次继位都血流成河。再说两宋，他们赵家人都被抓去做两脚羊了，不提也罢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也轮到我大明了。不知父皇想要我大明皇室选择以上哪种结局呢？是丧权辱国，还是血流成河，亦或者也去卖草鞋？自己定下皇明祖训，让后继之君照着实施，是要确保大明千秋万代的，不是要几百年就亡国的呀！不管选哪种，大明都得亡国。父皇太贪权，可不什么好事。皇帝是天子，可也是凡人之躯，做不到面面俱到，固步自封，不进则退。你的皇明祖训不仅不会让大明长盛不衰，还会让大明100年左右就会走下坡路。固步自封，不进则退。儿臣希望父皇下旨，后世之君可与时俱进，废不合时代的祖制，必是永远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适用的。父皇是最清楚的，不是吗？1000年的相权，父皇觉得他不适合大明，就把丞相给废黜了，不是吗？放肆！儿臣利弊皆已说明。父皇若是希望史书记录洪武大帝晚年屠戮功臣，还昏庸无道，不听忠言，一意孤行，那儿臣也无所谓。父皇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是大功，但史书浩如烟海，史笔如铁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史书上面功过不相抵。皇室宗亲奉养政策你既提出来了，想必是有解决之法，说吧。儿臣有2个解决办法，分别是武士而斩和以功尽绝。何为武士而斩？何为以功尽绝？如儿臣刚刚所说，父皇不可能永远眷顾朱家后人，大明也不可能永远供奉皇室宗亲，否则大明300年内必亡。所谓武士而斩，也就是亲王爵位不再世袭罔替，由嫡子继承，但如果没有子庶子，也可继任亲王爵位。另外，每一代的爵位依次递减，比如儿臣这一代的爵位是亲王，儿子那一代就是郡王，孙子那一代就是镇国公，曾孙那一代就是辅国将军，玄孙那一代变为镇州将军。5代之后的皇族不再是皇族，名字不再入宗谱。5代之后，他们的孩子就是平民百姓，没有任何特权，所有的一些都跟平民百姓无异。这就是5代而斩。按照儿臣刚刚的算法，大明供养5代皇室，虽然有些压力，但不至于伤及根本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什么是以功尽绝？皇室武士而斩是帝王家的无情，但以功尽绝就是帝王家的有情。大明皇室子孙可以想办法为大明做贡献，若是做出于军国大事有重大的贡献，则可以封赏他们爵位，可以将他们的爵位晋封，只要向上封一级，那荣耀就可以延续一代。如此一来，皇室宗亲即便不为了自己，那也要为后代考虑啊。基本上5代之内应该都能出一个为大明有贡献的人，如果没有，那就5代之后乖乖做个普通人吧。父皇开国，恩泽5代，以示天恩，朱家子孙也该懂得知足了。此举父皇是作为先祖为后世子孙的荫庇，也是父皇作为皇帝对大明的负责。拟旨昭告天下，就按照太子所说，大明皇室宗亲奉养俸禄不变，但爵位不再世袭罔替，改为武士而斩，立以功尽爵制度。另外，开国6国公之爵位也不再世袭罔替，但念其功勋，准许世袭1代，因及子孙恢复公侯百子男武爵制，所有爵位1代降1级。开国6国公之爵位1代之后再降，即便位居国公，5代之后也为平民。子孙若保不住先祖的荣耀，那就是子孙无能，非是帝王家无情。一句话，大明不养闲人。臣等领旨。臣等领旨。
咱再讲旨，后继之君可与时俱进，适时修改皇明祖训内容，无需完全受制于皇明祖训，故勿不自封，不进则退，要与时俱进，确保我大明传至千秋万代。太上皇圣明，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上皇圣明，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大明的掌舵人了，你就坐上来吧，咱许你为登基可坐龙椅，咱就走了，接下来大明就靠你了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臣等恭送太上皇。众爱卿都起来吧，别跪着了。臣等谢太子殿下。自父皇废黜丞相之后，虽然集权于皇帝，但也压垮了皇帝。父皇能接受如此高的工作量，不代表后世之君所有皇帝都能接受这个工作量。宰相制传承千年，已经不适合如今的时代了。父皇将之废黜，是十分有先见之明的。孤决定组建内阁，立辅政大臣，辅佐皇帝处理国政。臣请问殿下，何为内阁？所谓内阁，父皇先前设立的四辅官就是内阁的雏形。内阁大臣参与政务，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，起草诏令和奏章。内阁大臣不兼任6部尚书，也不得专治9卿。殿下，朝廷已有殿阁大学士，已无需再组建什么内阁了。内阁拥有参政权，只是基本，受内阁大臣行部分天子权，代皇帝批阅奏折、凡请安、日记等奏折，着内阁大臣自行批复。凡涉军国大事，内阁大臣共议，而后由首辅大臣将批复意见写在一旁，后转呈御书房。皇帝若觉得可行，就写个准字，就按照内阁意见去办；皇帝若觉得不行，便以朱批划去内阁的蓝批，并亲拟处理办法，或照内阁大臣议政。军国大事，内阁无决策权，官员所有奏折全部先呈报内阁批复，此后内阁行蓝批，皇帝行朱批。殿下，若是组建内阁，那殿阁大学士该何去何从？内阁大臣从6部尚书当中选人，殿阁大学士不变，但内阁大臣优先选择加殿阁大学士衔的人，如有特别合适的人才，可加殿阁大学士衔，考察一番就可酌情破格提拔入内阁。内阁大臣暂授1个首辅大臣和2个次辅，辅佐皇帝处理国政，将殿阁大学士品级重定，4殿大学士品级定为从2品，3阁大学士定为正3品。殿下，那原先的殿阁大学士怎么办？总不能无过革职吧？不变，他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大明开始实施考成法，能者上，庸者下。所谓考成法，简单来说就12个字：立宪则仕，以事则人，务则实效。说明白点，孤要整治吏治。考成法旨在通过绩效考核，治理官员的惰政、懒政和能力不足等现象，提高事情执行力和提升治理水平。殿下，我大明吏治清明和青海晏，如今更是洪武盛世，哪里需要整顿吏治？殿下此举无异于画蛇添足。陛下恩泽苍生，责备天下，百官无不惧服。在陛下的治理下，贪官伏诛，百姓安康，根本无需推行什么考成法，请殿下三思。既然和清海晏，吏治清明，诸位爱卿又反对什么呢？先听孤法何为考成法说完，你们再吵吵不迟。6部和督察院将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订立期限，分别登记在3本账上，这个账就被称为考成簿，其中1本留作底册，另2本送交6科和内阁备查。各级部门按照轻重缓急、路程远近等因素规定完成时限，并根据完成情况实行月注销制度，每月中了时进行考察，半年进行总结，每年进行1次大考。对于未能如期完成的公事，需要上报原因，经久未完者，则要受到惩处，视情况降级留用或丢官革职。若是因为公事未完成，对大明造成重大损失的，这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和名誉损失。这种情况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斩立决、满门抄斩、株连3族、株连9族等，视实际情况决定。殿下，我大明完全没有必要再设立什么考成法，请殿下三思。6部尚书的意见呢？谁来推行考成法？孤现在就加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，办成之后，孤直接封他为内阁次辅大臣。若办得特别好，直接封为首辅大臣也不是不行。启禀太子殿下，微臣不才，愿赐见推行考成法。既如此，孤加封你为文华殿大学士，负责推行考成法，是干次辅还是首辅大臣，就看你的努力了。谢殿下，臣必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殿下，不知道内阁大臣的品议是？内阁次辅的品议定为正2品，内阁首辅大的品议定为从1品。另外，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卸任入阁，做内阁次辅，即日起接管奏折，奏折批复2人共议。臣等领旨。传谕着魏国公徐辉祖回京，让他改回本名徐允公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另封吏部左侍郎，杜则为吏部尚书。臣等领旨。
从明天开始，上朝的时间改为1时，不用再经常起个大早了。另外，统计一下大明各品级官员的数量，下次上朝的时候姑要说百官加俸的事情，让他心里大概有个数，大概每月加多少合适。殿下，臣虽然卸任户部尚书了，但是国库的账，臣心里有数。请恕臣直言，以大明如今的税收，不足以给天下官员大幅度加俸禄，加少了不如不加。没钱的话，多抄几个官员的家就有了。姑这一路过来，抄的官员的家没有100也有80了，他们个个都富得流油。不过户部别想了，那是姑的，不是国库的。你老老实实推广考惩法吧，户部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了。至于钱的问题，姑会想办法开源节流的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退朝。宋中都安排好吗？陛下，时间紧迫，臣只调集到了200锦衣卫。也够了，那就现在出发前往中山。咱刚刚已经传旨调2000禁卫军开拔中山，咱们微服前往，现在动身。陛下，还是等禁卫军到位再动身吧，安全起见啊。南京如今都在老17的控制下，他的人还在京城外，而且咱不相信在天子脚下咱还能出事，不必多言，立即前往中山。咱现在就要知道咱大孙的死因。下朝后，虾仁来到了东宫。大哥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是这里的主人。是你篡权夺位，污蔑我儿。按规矩，姑该叫你一声大嫂，可是你一个妾室，就算是扶正，也只是继妃，一声大嫂你还不配。你谋害我大哥的嫡子，罪该万死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。你留着跟父皇说吧，父皇去中山了，回来之后就会见你。不，这不可能，皇陵已封，怎么能再打开呢？不可以啊！父皇是天子，没什么不可以的。孤身为父皇的儿子，支持父皇还雄鹰侄儿，一个公道。若有因果，尽家无身，孤替父皇一肩承担，鬼神不怪父皇。殿下，敢问这东宫1000人等如何处置？所有人全部查一遍，跟着吕氏作奸犯科的立斩不赦，那些清白的就都拨到其他宫里伺候吧。是，那这东宫的属官怎么办？查作奸犯科者斩，其余的送到吏部去，吏部安排一下吧。是，卑职领命。离开东宫后，虾仁找来了贴身侍卫。殿下，大军驻扎京城外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恐怕会有麻烦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殿下，这叫留退路。猛虎军和神机营进驻京城，一旦京城兵变，立马就能和京城外驻扎的大军里应外合。虞姬，在这方面你确实不如猫九。可是殿下，京城内可驻扎着御林军、禁卫军、京营12卫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不清楚京城有多少火器，一旦他们兵变的话，会出大事的。怕什么？真当我神机营是吃素的啊？朝廷的火炮能跟咱们的意大利炮相比？朝廷的火铳有什么用？咱们神机营的轻机枪2000挺，重机枪1000挺，冒蓝火的加特林20挺，全自动步枪不计，别的就不说了。把那冒蓝火的加特林100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意大利炮、榴弹炮、迫击炮加起来上百门，还有坦克一个，京城内就是有10万大军，我也不怕。殿下还是要小心，不可大意。不用担心，穷则战术穿插，富则火力覆盖。这天他不下来，去找块地方，立即建造兵工厂，把设备全部放好，让那些匠人们尽快步入正轨，开始造子弹、造炮、造炸药包。周围调1万猛虎军驻扎巡逻，规矩和先前一样，没有我的亲笔手谕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违者杀无赦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中山，朱雄英的陵墓之中，怎么样了？陛下，皇长孙殿下是中毒而亡，应该是慢性毒药，一朝毒发。大孙啊，悠悠苍天，河伯于咱的好大孙啊！陛下保重龙体呀！传旨，给咱传旨，庶人吕氏谋害皇长孙，罪不容诛，拉到皇陵来，给咱大孙磕头赎罪，磕死算完，死后扔去乱葬岗，不许葬入皇陵。他不配跟咱的彪儿合葬。吕氏宗族之人，为官者罢官，为爵者削爵，统统抓起来下狱，诛9族，所有资产全部查抄，死后与吕氏一同扔去乱葬岗，任由蛇虫鼠蚁啃食，任何人不许收尸。不，吕氏不扔去乱葬岗，他磕死之后，将他烧成灰，制成贵兹泥俑，就放在咱大孙棺椁的下面。咱要他100年、1000年、万年都要为咱大孙的死赎罪。死后咱也不许他安宁，还要找道士来做法，把他魂魄打入18层地狱。咱要这恶毒的妇人万劫不得超生，顺便再给咱大孙做场法事，咱给他报仇了，让他早日超生吧。是，不过罪妇吕氏还给先太子生下了其他孩子，也要株连吗？那是咱朱家的人，跟他吕家有什么关系？是，卑职领命。
传旨庶人朱允文不许再姓朱，抹掉他的姓氏。他知情不报，本该处死。念在他是边儿的血脉，且没有参与其中，便留他一命，削发为僧，入黄觉寺出家，给咱大孙念经超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誓死方休。死后就成无名氏，不许立碑。是，卑职领命。大孙，你好好安息吧。爷爷坏了你的官，重新给你做一个更好的。你若是不高兴了，就来爷爷梦里骂爷爷。陛下，咱们走吧，不要再惊扰皇长孙殿下的安宁了。拟旨封允通为吴王，封地于杭州，暂不就藩，在京再多陪陪咱，待咱100年之后再去就藩。告诉老17，许允通一世无忧和平安富贵。是，卑职领命。不久后，各地藩王接到圣旨，纷纷回京，唯有远在北平的朱棣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王爷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进京吧。这圣旨本王怎么都想不明白。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？从17帝起兵进南的那一刻开始，不就已经注定了结束？他若失败，父皇轻则废为庶人，流放或幽禁，重则杀之；他若赢了，必然君临天下。如今他要登基了，这不是早有预料的事情吗？回京参加登基大典的圣旨，本王没什么意见，但是父皇的这道旨意让我看不明白了。平白塞给我2儿子干什么？还是大哥的孩子。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听说吕氏一案株连甚广，吕氏所生的3个孩子俱遭牵连，太孙被废，这2个孩子也从大哥那一脉除名，名字也都改了，过继你名下。父皇想必也是希望你能照顾好大哥的这2个孩子吧。或许吧，只是没想到17帝竟然真的造了父皇的反。上次见他的时候还是亲兄弟，这次见他就是君臣了。四郎慎言，奉天竟然是父皇定下的皇民祖训，怎么是造反？是本王说错话了。不过为什么17帝奉天靖难？本王总感觉冥冥之中失去了什么。王爷能失去什么？难不成王爷也打算奉天靖难？本王怎么敢夺父皇的宝座？这话莫要说了。如今17帝要登基了，咱们赶快动身吧，不然要赶不上登基大典的话，父皇会不高兴的。东宫，臣兵部尚书徐允恭恭请太子殿下金安。孤安，免礼吧。徐尚书不在，整顿兵务，来东宫何事？殿下，臣这个兵部尚书干不下去了。刚回京几天了，就干不下去了？怎么了？殿下，经营都要哗变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殿下，你的亲军是亲娘养的，我们经营的兵就是后娘养的吗？徐尚书何出此言？殿下，你是不是打算在登基大典的前一天举办阅兵大典？怎么了？问题就出在阅兵大典上面，为什么参加的都是殿下的亲军？经营12位，禁卫军、御林军、火器营、五军营、四卫营等，为什么一个都没有？听说此次阅兵大典，步兵、骑兵、火器兵全都上场，难不成经营就没有一个够资格参与的？殿下这偏心也偏心的太过了吧？各部将都找臣诉苦，他们都说殿下就是亲军为重，经营等部将都他娘是后娘养的。殿下觉得经营各部上不得台面，怕给大明丢人，底下将士个个不服，都快哗变了。原来就是这件事情，那你想怎么办呢？臣也听说了，殿下有个神机营，不论枪炮都要比京师的厉害，看那架势就知道。火器营那边意见倒是没多大，至于骑兵和步兵，那可就意见大了去了，尤其是步兵，意见最大。此番阅兵，殿下说什么都得加上经营各部的名字。这样吧，传令下去，内部来场比试如何？不论步兵、骑兵，赢了的上，输了的下，如何？殿下说如何比？我的本意是6个方阵，重甲和轻甲各2个，轻枪炮和重枪炮各1个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我就增加3个方阵。既然你说步兵和骑兵多有不服，那就双方拼一场吧。不论步兵还是骑兵，轻甲、重甲都上吧。赢了的参加阅兵大典，给经营一个机会。若是把握不住，以后别再来跟孤超吵嚷的，如何？好，若是他们都败了，不需要殿下开口，他们谁还敢再嚷嚷？臣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抽过去。狼走千里吃肉，狗走千里吃屎，没什么好争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安排的3天之后去皇家围场比试，经营各部不服的都可以报名。臣遵旨。没多久，听到消息的朱元璋来了东宫。你要2军互拼，是对你的亲军充满自信，还是小觑经营？
父皇可记得昔年起兵，一纸诏书降下千军万马随王征战，那是何等的英姿飒爽。当然记得，咱只会千军万马，气势如虹。可是这跟如今有什么关系？自古帝王临御天下，中华居内，以至四海，漫漫3000年矣。原以北狄入主中原，致使纲常废坏，礼仪沦丧，君臣懈乱，兄弟相震，苍生如触水火，世子痛断肝肠。元璋乃怀幼不依，承天道而举王师，举金陵行胜之地，控长江天堑之险，东临沧海，西抵巴蜀，南收闽粤湖湘汉淮，坐地千里，带甲100万，恩威所至，民稍安，食稍足，兵稍精，为北方半壁，奄奄一息。至此，元璋再举王师，奉天讨元，务使天下一统，乾坤再造。是啊，那时候咱指挥千军万马，身边徐达、汤和、蓝玉、常遇春等大将时常和自己喝酒吃肉，好不快哉！对酒当歌，纵马狂欢，气吞寰宇。如今一个个都离咱而去了，只剩下咱这一个孤寡老人了。奉天讨元，很多年前了。是啊，很多年前了。大明立国28年，昔日的百战之师还在吗？在，咱一道圣旨降下，他们照样能征战沙场。可是儿臣一路南下，直到紫禁城脚下，不战而降者多少？军队散漫者多少？父皇真的知道吗？你是想练兵？没错，兵乃稳固天下之根基。父皇可曾想过，几十年内或许没什么，甚至100年内也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可还200年呢？过了200年，一代代的散漫之下，朝廷还有虎狼之师吗？儿臣觉得那时候应该只有病猫之师了。父皇，执掌经营的老一辈勋贵被你杀的差不多了吧？这些新一辈人上位，没有经历战火的洗礼，带出来的兵能行？他们带出来的兵有血性吗？尤其是在京城，他们更不懂得居安思危，他们觉得京城是很安全的，不像边关那般，所以他们开始懒惰，开始懈怠。等到从经营到都烂干净的时候，一族只要一支精锐之师，就要直捣黄龙。父皇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就愿意让汉家天下再次落入异族之手。父皇，你应该知道，儿臣没有危言耸听。万一是大明内部起义呢？若是内部起义，倒也没什么，江山终究是汉人的。可是父皇怎么保证执掌江山的一定是汉人，而不会是异族？那你又怎么保证？儿臣不能保证，所以儿臣要大练兵，兵锋直指一族，真正做到日月所照，江河所至，皆为汉土。只要没有了一族，那又怎用担心是一族夺了汉家江山？咱很久以前跟你一样的天真，可是咱做了皇帝之后，却发现不可能，因为没钱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咱刚开国那些年，户部经常入不敷出，现在还好有点余钱，但绝对不可能支持你打那么久的仗，战线也不可能拉那么长。父皇一代干不完，还有儿子，还有孙子，终有一天能将这天下一族平定，让天下皆是汉土。有志气，真有那天！记得来皇陵前告诉咱一声，让咱也乐呵乐呵。3天的时间匆匆而过，皇家围场内，虎贲军是我大明最精锐的王者之师之一，是精锐中的精锐。你那县阵营看着年纪都不大，也就20多岁吧，岂能跟老兵一较高下？父皇，乾坤未定，双方皆是黑马。陛下、殿下，双方都已经就位，是否可以开始？开始吧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虾仁这边的军队全胜，朱元璋脸都黑。接下来重甲骑兵就不要比了，损失1个人或1匹马，都是大明的损失。大明开国不过28年呐，最精锐的王者之师就成这样了，丢人，丢人，丢人呐！徐爱卿，以后这牢骚啊，还是不发的好。臣知罪。以后这也别叫经营了，我大明丢不起那个脸。还以为这帮人多厉害呢，整天拽得跟个258万似的，原来也就这样啊。是啊，朝廷每年拨给兵部那么多钱，不会是都被贪污了吧？那么多钱若是训练一群狗，那估计也比他们有用。堂堂经营3军精锐，竟然还不如地方部队，简直贻笑大方。就是，这可是老夫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，连地方部队都打不过，还好意思号称什么王者之师？这要是上了战场，搞不好都得直接投降。我也觉得。随着日月轮转，阅兵大典开始了。陛下，各军已就位，是否可以开始阅兵大典？咱已经是太上皇了，陛下在边上，你别问咱。开始吧。随着阅兵的开始，各国使臣开始不淡定了。Oh my god， 这就是大明爸爸的步兵吗？普通的步兵都有如此威势，思密达，我们朝鲜最精锐的都不如大明爸爸的1/10思密达。
大明威武啊！中原果然地大物博，我们小巴卡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。想要窥测中原，夺取神器，还要再偷学2年。大明帝虽然强大，但是中原有句古话叫盛极必衰，大明肯定会有衰败的一天。到那个时候地，我们小巴就要代替大明主宰神州，让天皇陛下荣光照耀整个天下。如此锦绣江山，只有我们小巴卡的天皇陛下才配主宰。这军姿整齐划一，经营各部皆不能比之。接下来的是重甲步兵现阵营方阵，是朕重甲步兵之骄傲。巴卡，苍天为何对我小巴卡如此不公？这么牛逼的士兵，为什么不是我小巴卡的？不过等我们小巴卡以后攻克神州，这些都是我们小巴卡的。我们小巴卡以后万古来朝。乌玛嘎，大明爸爸威武思密达，我们有这么厉害的爸爸，你们谁还敢欺负我们思密达？被爸爸浓浓的安全感笼罩思密达。这次我们带来了最新研究出来的泡菜思密达，一定能让大明爸爸开心思密达。以后我们还要进攻更多的泡菜思密达。大明如此强盛，我北元岂有再入驻神州的机会？步兵再强又如何？又不能驰骋天下。我们瓦剌的骑兵天下无敌。瓦剌使臣刚说完，大明的轻骑兵踏雪龙骑方阵就进场了。也就那样，我们瓦剌骑兵能跟他们3旗开。3旗开，怕不是大明3秒冲锋，你们瓦剌7秒裂开。大明爸爸的铁骑也厉害，思密达。下次朝贡我们一定要带多多的泡菜来表达我们的敬意，思密达。朝鲜使臣刚说完，重甲骑兵就入场了。大明此次阅兵5000人一个方阵，那也就是说大明有重甲骑兵，怎么可能？而且大明有5000重甲骑兵，不，这只是方阵的限制而已。大明究竟有多少重甲骑兵？我的天，我们瓦斯都没有重甲骑兵啊！5000重甲骑兵可以轻松冲垮5万轻骑，大明竟然有如此国力了，重甲骑兵都有了，大明还有多少重甲骑兵？就在众使臣震惊之余，接下来上场的是神机营，人数3000人，全部手持 AK-47，而此时事先还准备了数千死囚，3000把 AK-47同时发射，瞬间上千死囚全部血肉模糊。Oh my god！ 大明爸爸的火器又精进了，这是要换新火器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大明爸爸提出购买他们淘汰的火铳？巴卡，大明的火铳已经够强了，这怎么又研究出一个新式的火器？貌似比火铳更强大，也更轻便。我们小巴卡以后还怎么劫掠大明沿海？若是触怒了大明，我们小巴卡势必要承受王者之怒，还是先去以威仪认怂吧，跪舔大明。如若不然，不等大明衰弱，我们小巴卡国就要没了。为了我小巴卡以后能入主神州，我们这一代人忍辱负重算不了什么。而接下来上场的是1000人的轻机枪方阵，这次轻机枪方阵的前面又压上来一批囚犯，乃是吕氏的9族，1000挺机枪同时发射，仅仅10几秒，几百名囚犯瞬间被打成了血雾，简直恐怖如斯。中原就那么得天独厚吗？我们小巴卡连火铳都还没有研究出来，大明就研究出了这么厉害的火器。果然，抱紧大明爸爸的大腿是我们朝鲜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而接下来上场的是加特林机枪方阵，而前方又出现了数万名死囚。加特林机枪方阵仅仅发射2分半，25000名死囚无一生还，各国使臣都吓傻了。大明爸爸，我们朝鲜从来都是为大明爸爸马首是瞻。我代表我们朝鲜决定，以后每年朝贡的货物翻倍，还请大明爸爸将你们已经不用的火铳卖给我们思密达。大明爸爸，我们小巴卡和你们是一家人啊！我们的祖先徐福就是中原人啊！我们还有大汉天子赐予的倭奴印呢！我们孤独漂泊海外，还请大明爸爸让我们重回中原怀抱，拜托了。虾人没有过多理会，接下来上场的是迫击炮、火箭筒、小口径榴弹炮方阵，咻咻咻，一发发炮弹击中设定好的目标。而还没等各国使臣震惊完，坦克就入场了，几炮下去，几个小型城堡被炸得4分5裂，而阅兵大典也完美结束。大明新帝登基大典开始。这世上道路有1000万条，可对于帝王而言，唯独没有退路。坐上了这个位置，你就只能一往直前，只进不退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大明新的篇章将在你手中展开。在洪武盛世之后，将大明推向一个更美好、更强大的盛世。自这一刻起，定要开创一个不一样的大明帝国，风华无双，四海来拜，万国来朝，灭鞑靼，北元，兀良哈，统一蒙古，灭东瀛，收朝鲜，平女真，下西洋，确保汉家江山在未来不会落入异族手里。是父皇。
自宋运告终，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主中原，执掌神器，统御九州，传及子孙100有余年，国运忠厚，以致海内外疆土俊杰纷争，朕驱逐100年之患，恢复中华，又堪定南北枭雄，乾坤再造，使大明之大，天下无双，东抵虞渊，西御昆仑，南跨南郊，北济潮海，与震荡，四海沉浮。朕于紫金山祭天立祭，称帝建制至今已28年矣。期间凡军国重务，用人行政大端，位置倦勤，不敢自意。从来帝王支持天下，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。敬天法祖之时，在柔远能耳，修养苍生，共四海之力为力，以天下之心为心，保邦于未危，治之于未乱。夙夜孜孜，寤寐不荒，为久远之国计，疏忽尽致。朕欲及期间，和庆海晏，歌舞升平，民有所安，万邦服，吏治清明，君臣善牧，德可比先圣，公更盼后人。皇太子朱权人品贵重，身消朕功，坚刚不可夺其志，惧祸不能动其心，必能克成大统。朕今退位传国于太子朱权，诸皇子当戮力同心，共戴新君，众臣公当悉心辅弼，同辐射，布告中外，贤使之文。臣等领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帝陈权敢用玄母，昭告天地黄旗，臣承皇天之眷命，奉洪武皇帝之册宝，属以轮序，入奉宗桃。然深感托付之重，不敢僭越大宝。可兄弟宗亲，文武百官，三军将士，何辞劝进？至于再三，言天命不可以辞据，神器不可以久旷，群臣不可以无主，万机不可以无统。臣畏天之威，不敢在此。今敬简元臣，前奉皇符，升坛受禅，告累天地。臣于紫禁城祭天立祭，即皇帝位，称朕建制，改元永乐。布告中外，贤使之文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鸿胪寺内，诸位，大明一定是我瓦剌最大的敌人，咱们要想办法打听清楚，他们究竟有多少重甲骑兵。还有大明火器越来越厉害了，我等防不胜防。如今新帝即位，少不了要立威，回去要吩咐各部，近期不要骚扰大明，以免被当了靖侯的那只鸡。Oh my god！ 大明爸爸强大思密达，明天觐见大明圣天子陛下，我们一定要卑微思密达，最好是还要让大明爸爸卖一批火器给我们思密达。我感觉我们这次泡菜带少了思密达，下次来的时候要多带点思密达。八嘎，大明怎么会这么强大？他们的火器这么的厉害，眼下不要跟大明作对，不然容易死啦的。我们得要向大明俯首称臣，偷学他们的技术，强大我们的国家，养精蓄锐，等到未来大明衰弱，我们再来侵略大明。我没穿裤子的后人一定能劫掠中原，不就是当狗吗？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，主人强大我们就被狗链子拴好，主人孱弱了我们就挣脱狗链咬主人，我们就是那白眼狼，养不熟的那种。至于脸面又不能当饭吃，要不要也无所谓，我们就是不要脸。解。次日，虾仁登基的第一个早朝。朕今承天命，奉皇父洪武皇帝册宝，禁卫95，统御寰宇。自古人伦之重，孝道为先。尊封皇父洪武皇帝为太上皇，居永寿宫，以养天年。其以天下养，以全朕之孝心。吾皇圣明。王纯萨考成法的推行效果显著，在京各部效率极高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你功在社稷，理当重赏。朕今擢封你为内阁首辅大臣，执掌内阁，望你不负朕望，好好辅政。考成法依旧还要继续落实，直到天下都彻底落实为止。你的担子还很重啊！臣能治，必然为我大明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新朝将至，也要有新气象。经朕跟户部尚书议定，所有官员的俸禄暂定全部翻1倍，并增奖金制度，根据官员当月的表现情况发放奖金。县官由府官考核，府官由州官考核，州官由总督考核，评定3名，1月考核1次。当月最优秀的奖励他当月俸禄的5成作为奖金，第2名则奖励其当月俸禄的3成作为奖金，第3名则奖励其当月俸禄的1成作为奖金。评级需要公平公正，如有不公，各地官员尽可奏折检举至内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季度奖金，也就是3个月1次评级。这主要凭这3个月综合优秀的3个官员奖励同上，也就是说，逢3个月不仅有1次月季考核，还有1个季度考核。在京官员全由吏部考核，此外还有年度考核。每年的最后1个月，户部考核今年政治最优的10个人，拟定10个名额出来，上至京城当朝宰府，下至地方9品芝麻官都有名额入选。第1名赏白银1万两，第2名赏白银5000两。
两，第3名赏白银3000两，第4名赏白银1000两，第5名赏白银800两，余下5个名额皆赏白银500两。名额拟定，吏部颁赠年度10大优秀官员勋章，传阅天下各地官员尽可监察，如其中有贪污腐败者，尽可据折上京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封赏银两，罢官去职，永不续用，并处10倍以上100倍以下罚款。所涉官员连坐。此外，以后发放体录全部折成现银，本制度即刻昭告天下，并从永乐元年开始实施推行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另外，朕决定减免天下赋税1年，往后税收全部以铜钱、白银、黄金等上缴，不再粮食布匹混交。陛下，此举万万不可实施啊！百姓手中哪有那么多钱来交税？更何况国库也可以多余的钱来稳定整个大明县金流不崩盘啊！请陛下三思。诛几10个官员的九族，抄他们的家，不就有现钱了？朕一路南下，官员多有钱，朕比你们清楚。不要跟朕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个个的都把现钱留在地窖里，能下载吗？朕抄家的时候，亲眼见到了什么，知道吗？朕亲眼见到有官员的地窖里堆满了银子，这些银子都被虫蚁蛀成了银屑，即便如此，都不愿意让银子流通市场。朕现在跟你们好好的讲道理，你们应下也就罢了。父皇洪武4大暗杀的人不够多，还需要朕再来几场。朕不想刚登基就来一场人头滚滚，可是若你们欺朕手中刀不利，朕手中刀未尝不利，不信尽管拿脖子来试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自即日起，商税改革，税收按单个产业收，当月收入折合总价30两以下者免税，不用再交税了。月收入折合30两以上、100两以下，税收3%，何为3%？就是100两银子收3两银子的税。月收入折合100两银子以上、500两银子以下，税收10%，也就是10税1。月收入折合500两银子以上、2000两银子以下，税收20%，也就是10税2。收益折现2000两银子以上、8000两银子以下，税收30%，也就是10税3。月折现收益8000两银子以上、2万两银子以下，税收35%，也就是10税3.5。月入折合2万两银子以上、5万两银子以下，税收40%，10税4。月入折合5万两银子以上，税收45%，也就是10税4.5。商税改革自永乐元年实施，即日昭告天下。自今日起，朝廷成立商部，专责负责商业诸事，商税不过户部，封户部右侍郎，下元即为商部尚书，全权负责商税改革和推行等事宜，并封兵部尚书徐允恭为钦差大臣，受赐如朕亲临金牌一面，全权协助商部尚书推行商税改革。凡3品以下官员，徐允恭可先斩后奏，行便宜之权，阻拦商税推行者杀，拒不实施新税制改革者杀，挟权以自重叛乱者杀，许钦差大臣谏官大一级。另外派出10万大军，在此期间可调到各地平叛。陛下，即便商人遵旨而行，但他们罢工该如何？他们不想干了，这总不犯法吧？不想干了，那就别干了；敢跟朝廷甩脸色，那就3代不许再从商，3代不许参加科考。朕相信他们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是，臣等遵旨。不过，商税改革，商人的地位也该升一升了。朕许商人为官，他们的孩子也可入国子监读书。商部还空着不少位置呢。退朝后叫商部尚书夏元吉来御书房见朕。另外，自即日起，御史台改反贪局，赐上方宝剑，除原本文封奏事权之外，加自行逮捕、自行设立牢狱之权，监察天下官员。凡发现贪腐之官，查有实证，均可逮捕抄家，所抄资产2成作为奖励。参与的官员和士兵各分1成，余下8成充入国库，不论王侯将相，当朝宰职，皇亲国戚，反贪局查有实证，皆可查办。凡有阻拦者，生死不论，将员工中3000禁军划给反贪局执掌，不受兵部调动。臣领旨，臣谢陛下圣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倒要看看你们反贪局和锦衣卫哪个厉害，就以1年为期吧。锦衣卫厉害就裁洒反贪局，反贪局厉害朕就裁撤锦衣卫。被留的那一方继承被裁那一方所有权利，若双方都差不多，就双方都留。另外查贪官这事儿，锦衣卫抄家所得赏赐同反贪局。臣领旨。继续说商人子嗣入国子监读书的事情，当然不可能所有商人的子嗣都可入国子监读书，此事由商部拟定名单，对朝廷商税贡献前10的商人，他们的孩子就可入国子监学习，给10个名额，1年一定。臣等领旨。众爱卿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吧。
陛下，臣有奏。陛下隆信早成，却迟迟未曾娶妻纳妾。如今陛下身登大宝，进位95，必须要大选后宫，必须要保证大明江山后继有人，要为大明皇室开枝散叶，并且还要早日立后立太子，以固国本，以安民心。说到这大冲后宫的事儿，这后宫制度乱七八糟，也很拗口。洪武朝的称呼不变永乐朝开始就变一下吧。皇后之下立皇贵妃一人，皇后身体有恙或其他原因，由皇贵妃设6宫室，再设贤良淑德4位贵妃，妃12人以上可各入主1宫，妃之下设嫔20人，贵人30人，才人选士若干。皇贵妃嫔议定1品，贵妃2品，妃3品，嫔4品，贵人5品，才人6品，选士7品，就这样吧，看着不那么复杂。臣遵旨，那臣这就安排开始大选13岁至16岁的淑女，准备入宫参加选。年龄能不能稍微大点儿？这小孩子也太不合适了啊！陛下，女子金钗之年就开始订婚了，到了及笄之年就要出嫁了。碧玉年华正是大婚的好时候，如此年龄安排符合常理啊！陛下觉得哪里有问题？朕觉得这年龄有点小啊，朕看还是提升一点儿吧，比如提升到18岁至20余岁。陛下身为天子，怎可好人妻乎？传出去岂不贻笑大方？朕什么时候说好人妻了？陛下，普天之下焉有18岁还待字闺中之女乎？更不谈桃李年华之女。陛下，这不是好人妻是什么？好吧，你有理，那就16或17，你看怎么样？陛下，您不能以您的年龄来尽可能的选同龄之女啊，13至17不能再变。朕选妃子应该按照朕的意思来，就这么办吧，15到17不必在意。陛下，身为帝王，岂可以自身之喜乐来定世间诸事？若如此，还有规矩否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陛下虽然主宰天下，但也不能为所欲为。陛下若是要一意孤行，臣就要带领礼部官员跪到永寿宫，请太上皇做主。届时太上皇降旨，陛下还要忤逆不孝吗？算了，就按你的意思办。不过朕应该可以提要求吧？自然可以。陛下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，可以这重选陛下想要的女子。那你就找那种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、胸大腰细、屁股翘的。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、胸大腰细、屁股翘，这算什么要求？入宫的女子哪样不是最优？臣稍后就着手安排此事，保证此次选秀让陛下满意。随着朝堂退朝，朝廷的旨意昭告天下，京畿轰动。臣户部右司郎夏元吉封自金监，恭请陛下圣安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着封你为商部尚书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一个意思，你要替朕搞钱。朕知道你有能力搞钱。皇上如有吩咐，臣为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商部未来是要执掌整个商业的，但凡与商有关的都归商部管。朕将商业从户部剥离出来，就是要你好好的给朕赚商业钱，笼络商业人才。朕以后要做的所有事都需要钱，户部朕是指望不上了。你上任就一个目标，在合法的前提下给朕搞钱。有什么困难你可来找朕，朕会大力扶持商部的，你明白了吗？臣不理解为什么要单独剥离商业，这是在分户部的权，商部一开，户部意见定然颇大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户部从头到尾都烂了，朕要革新就必须要有钱。若是不把商业独立出来，那么不管赚多少钱，户部给朕的回答永远是没钱。若是朕把户部大大小小都换了，必然朝野震动。你也知道，户部是个肥差，百官不会同意朕这么干的。到时候他们贵贱、死谏之类的，闹得朕头疼。朕若封你为户部尚书，满朝文武都会反对，因为户部的权力太大了，不可能让你这么年轻的人执掌，而你也执掌不了，因为下面的人不服你。可若是朕把商业剥离出来，商部现在是个空壳子，没有人反对你要干什么，商部的人都可以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这一点也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内，因为他们觉得商业赚不了什么钱。朕服你为商部尚书，他们也只会认为你胜券正浓，亦或者认为朕在玩闹。相比于前者，这样的后果利于朝堂稳定。陛下，臣明白了。不瞒陛下，户部的账已经烂透了，偷税漏税、贪污腐败、作假账，臣有心检举，然无可奈何。朕明白，但是钱粮乃国家根本之一，重如泰山，朕现在不能动，所以朕需要你给朕搞钱。朕有兵还要有钱才好办事。臣领旨。商税改革自永乐元年开始实施，现在还有2个月，这段时间你就把商部的框架搭起来吧。一切官员由你任命，你记住，那些商人在商部不可官至侍郎，如有特殊人才，你可以跟朕禀报，朕考察一番之后再酌情许他升迁侍郎与否。臣遵旨。送走夏元吉，朱棣求见。
陛下，陛下，你把你的虎贲旌旗给一部分我吧，再分一部分神机营给我，我保证把北元余孽彻底给扫平。四哥，你别惦记我的亲兵行不行？再说了，打仗不要钱啊，就户部那抠搜样，他们能给。最主要的是，大明边境现在很安稳，不急着打，等我先把大明内部的事情收拾好，腾出手再说吧。陛下，我北平有粮草啊，我出粮草还不行吗？看着那些精锐不拉出去打一打，我就感觉手痒痒。四哥，你别闹，回头要是要用兵了，我一定封你做征北大将军，行吧？现在你可别打扰我了，我还有事儿要办。那你什么时候打啊？我好做个准备。四哥，我说了要迁都北平的事情，在那里盖新的皇宫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你的封地要动一动了，你想选何处为你的新封地？这个倒是没想过，不过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为什么我感觉很熟悉？为什么迁都北平这事儿我感觉很亲切？四哥，我有个想法，把我原来的封地封给你，而你们全家迁回京城来，就安家在京城。你以后上马带兵杀敌，下马扶我治国如何？以后迁都北平，你们再搬回北平。陛下，臣可没有僭越的心思啊！先前大哥在时，臣已表明心态，唯有鞠躬尽瘁，辅佐而已。四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真想让你留在京城辅佐我，让你们全家留下，不是担心你的私家之心吗？你若愿意独自一人留下也好，全家回北平亦可。陛下，臣惶恐。罢了，既然四哥不愿意留京辅佐我，那四哥就回北平吧。北平未来作为大明的帝都，是绝不可能再给你做封地的。所以我给四哥两个选择：第一，大明迁都北平之后，四哥的封地改封大宁，也就是把我原本的封地给四哥，让四哥替我大明镇守边塞重地，继续做一个塞王，镇守边疆。第二，四哥若想马放南山，做个太平王爷，待迁都之后，我就把南京封给四哥做封地，让你们一家安享太平。不知四哥的打算是什么呢？臣愿替我大明镇守边疆，戎马一生。四哥到时候不会直接做个镇北王吧？陛下，臣一片赤胆忠心，可昭日月，万万没有自立的意思啊。四哥，我就问问嘛，我相信你没有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的想法。我稍后便下旨将大宁封给你，北平暂时不变，等迁都之后再收回这块封地。封地内一切军政大权都归你辖制。你是乐意住北平的燕王府，还是住大宁的宁王府，都无所谓。宁王府也改为燕王府，这事儿你自己决定就好。谢陛下，不过军政大权由臣节制，是否权力过大？我相信四哥没有分裂大明的想法，我也相信四哥不会想着坐镇北王，甚至再戴顶白帽子。臣一片担心，可昭日月，绝对没有不该有的心思。四哥无需说太多，难不成我们兄弟相宜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？是，臣不敢，臣就不打扰陛下了，臣先告退了。好，不过四哥若真想做镇北王，可以跟我说，以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，我愿意把四哥的燕王改封镇北王。臣不敢，臣告退。朱棣走后，锦衣卫指挥使宋忠求见。臣锦衣卫指挥使宋忠恭请陛下圣功金安。父皇让你来的。臣是来向陛下汇报情况的，顺便奉太上皇之命前来。父皇有什么事？回陛下，太上皇说锦衣卫乃天子鹰犬，既然陛下已经登基了，也该执掌锦衣卫了。锦衣卫也照旧去父皇那听命，一切如旧。父皇用顺手了，就让他用着吧。太上皇已经料到陛下会这么说，他让臣转告陛下，他说他就是个普通的老人，为大明操劳一生，临了想过段舒心日子，而孙承欢膝下。朕知道了，你要来汇报什么情报？陛下退朝之后，内阁侍府在善命下人去请了好几位朝廷大人，今晚过府一叙，事情办得很隐蔽，似乎是商税改革的事情。难不成这次商税改革，朝廷要死一位当朝宰执不成？为什么非要逼朕动刀呢？陛下要抓吗？涉及最大官员是谁？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。有他们俩的黑料吗？有，吏部尚书杜泽乃是翟善的门生，圈地2万余亩，贪污受贿折合现银约300万两等。户部尚书玉兴和翟善乃是同乡，不仅贪污公款、收受贿赂，而且还参与大案之中。以3族没问题，诛9族问题不大。那是该给个警告了，你去安排一些亲信，假扮帮派混混，想办法去碰瓷他们2个，然后把他们俩绑架讹一大笔钱出来，最后关他们2、3天再放出来，人不死就行，没其他要求。臣愚钝，不知何为碰瓷耳。就是故意和他们发生冲突，然后把他们绑架，就今晚办吧。等他们今晚从翟善那里回来，正好趁着月黑风高。原来如此，这事臣很拿手，保证给陛下办得妥妥当当的。不过不知陛下要勒索他们多少钱？
你们既然有他们的资料，想必也知道他们大概有多少身家，勒索他们8成就行，只要现银，然后这8成当中你们分2成走，就当是酒钱了，余下秘密送到内库来。8成为何不全部弄来？要留点本钱给他们，留着下次继续勒索，一顿饱和顿顿饱，你要分得清。陛下圣明，不过您身为天子，做这等事情还是不太好。跟朕有什么关系？那不是派帮混混干的吗？朕今晚一觉睡到天亮，朕什么也不知道。臣知道了，陛下不知道此事，臣也不知道此事，那都是帮派之人干的。另外，事情办得干净些，若是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锦衣卫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。臣定然不负陛下期望。事情别做得太明显，整得像故意针对似的。臣明白。还有其他事吗？陛下还有商税改革的事情，京城反应不一，许多百姓高呼陛下圣明，也有许多商人咒骂不停，甚至有联合抵制的意思。这件事情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，那些官员肯定也想试探一下朕，肯定是会推出一些棋子的。你们锦衣卫密切注意这件事情，凡发现不配合商税改革的，你们就去找兵部尚书徐允恭举报，别被其他人发现了。拿着证据去找徐允恭，他知道要怎么做的。到时候顺便告诉徐允恭，朕不介意刚登基就掀起一场大案，顺便转达一下朕的意思。洪武28年才出4大案，朕刚登基，若是能出一个媲美4大案的商税案也好，正好朕感觉今年的枫叶不够红，就用血来为今年的枫叶积点颜色吧。顺便让徐允恭把消息来源保密。臣明白了，臣告退。宋忠走后，神机营主将苏战求见陛下，神机营该招人了，步枪营可以单独扩军至1万人了，不然那些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步枪都用不完了。另外，臣觉得还要再单独扩军炸药营和手雷营，专门负责投掷炸药包和手雷，还有兵工厂也需要招人了。重机枪营子弹有些跟不上了，机床都要干冒烟了，所以臣前来请命，可否将神机营扩为3万人？扩军可以暂时扩编成2万人吧，扩一个步枪2营和炸药营以及手雷营。步枪2营用半自动步枪，1营则是用全自动步枪，其余各营暂时不扩。招人就先进行1个月的体能训练，跟他们讲讲保密条令。我不希望神机营有叛徒。神机营的军营周围安排人站严岗，3步1岗，5步1哨，任何人靠近一次警告不退，就地枪决，不必请旨。而这些新兵回家的时候，务必仔细检查，确保他们不夹带1枪1弹。只要查出意图携带出去的，直接按叛国罪论。这些事情在体能训练的时候跟他们讲清楚，思想教育也要跟上，直接告诉他们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步枪2营只许训练时用枪，其余时候收缴在他们训练场周围架轻重机枪和榴弹炮，用以震慑。但凡有敢持枪械以自重、强行突围的，按谋逆罪论就地诛灭，满门抄斩，尽最大可能保证东西不外泄。也不要给他们研究东西的时间，他们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，不需要知道这是如何制造的，明白了吗？臣遵旨。你去城门口接一下龙象军，他们快到了。臣遵旨，臣告退。今日虾人一道道圣旨安排下来，而这番动静自然也是没能瞒过鸿胪寺那边的外国使臣。如此精锐之士，为何不是我们小八嘎的呢？为什么他们中原就得天独厚，地大物博，犹如苍天，何伯于我？是啊，中原有千年文脉，有刀枪剑戟，有锦绣文章，有壮丽山河，而我们小八嘎什么都没有，这真是太不公平了。老天不给，我们就自己取，总有一天，我们小八嘎能让天下各国仰望我们，这片富饶的中原也一定会成为我们小八嘎主宰的地方。不知道大明还要多少年才能衰败，我们小八嘎又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入主神州，统御中原。中原有句古话叫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盛极必衰。大明能兴盛多少代？3、5代也就了不起了。我断言大明100年肯定不再复如今之强。我们小八嘎再给他们大明当够100年，努力为所发育，争取趁大明衰败至极，席卷中原，主宰这片富饶的江山。反正几十年前他们中原也是一族统治的，北元可以统治中原，我们小八嘎也可以。苍天对我们何其不公啊！中原出了个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的洪武大帝，本以为这就是大明最巅峰的时刻，谁曾在这又来了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明二世。与此同时，内阁首辅大臣王纯飒也来到宫中求见虾人。你来见朕又有什么事？陛下，这是各国使臣的朝贡名单，这份是内阁回力荐书及名单，请陛下预览。朝贡名单？是的，另外诸国使臣求见陛下，其中朝鲜、东瀛、琉球3国恳请陛下能够赏赐一些火器，慢也可以，来年他们一定多多朝贡。随后虾人看了一眼各国的朝贡，
东营倒是挺实在啊，不整那些虚的，直接拿白银来。东营小岛而已，或许他们也没什么东西可朝贡的，除了钱，他们可能一无所有。叫户部把这笔钱拨给兵部，叫兵部着手准备造船。陛下要造船，是准备过些年下江南游玩吗？朕要用东营上贡的这笔钱造战船，然后打他们东营。啊！用东营的钱造打东营的战船，陛下，太上皇曾下旨，偏板不得下海，已经实施海禁了。而且太上皇先前想要立不征之国，东营好像就在不征伐之内，只是因为陛下回京，这件事情没有推行开来。东营露头就秒，不露头也秒。这笔钱拨给兵部，叫兵部着手打造战船，并叫户部再拨30万两过去，后续资金会陆续到位。陛下，我大明身为天朝上国，岂可无故征伐小国？如此定然会落人画饼啊！还请陛下三思。另外，户部已经没什么钱了，若拨30万两现银，国库定然空虚啊！谁说无故征伐？朕怀疑东营在研究灭绝人类的大型杀伤武器，不行吗？朕有个亲军在东营走丢了，朕派大军去找，不行吗？理由这东西很麻烦吗？钱不用在国防事业上面，难不成留着当赔款吗？这件事情联议已决，即刻颁旨户部，并告诉兵部。谁敢把手伸到这笔银子上，朕剁了他的手。是，臣能旨。户部若是说没钱，那就让他们把近5年账册送到反贪局，朕让反贪局一笔一笔的查个干净。是，陛下。那诸使臣朝拜的事情，陛下有何圣裁？3天之后早朝，让他们上殿吧。遵旨。户部不是说没钱吗？这些伪礼是什么东西？总价值都超过他们朝贡的了吧？户部用在国朝建设上就没钱，去跪舔这些小国就有钱是吧？陛下息怒。你去问问户部尚书，他是不是一族的卧底？对大明事业抠抠搜搜，对他国的事情倒是很大方。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让他滚到诏狱里反省去。是，陛下。朕问你，火器还有多少？臣不是兵部尚书，臣不知道啊。不过臣马上就去查。这样吧，去传朕旨意，朕卖1批火铳和红武大炮。至于这价格，诸国竞争，谁出的单价高就卖给谁，并且大明附带将货物安全护送到该国，该国只需出点钱即可。此事由商部负责，所得钱款70%拨给兵部，30%留给商部资金运转。陛下，火铳和红武大炮，我大明都还没有完全普及啊，卖出去是否不合时宜？枪炮卖出去，但要卡着数量不就行了？卡着数量那也不行吧？他们也研究不出来呀，还不够他们拆开研究的，他们也不会买的。你蠢啊，卡着数量肯定不够啊，那就让他们单独买啊，买1支火铳附赠3发子弹，买1个红武大炮附带1枚炮弹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再想要多余弹药，就让他们买啊，花钱买啊。陛下，那不知价格多少合适？以拍卖的形式，就是价高者得，起拍价定为成本价的3倍。至于弹药的价格，如果是东营的人要买，那就把价格抬到成本价的20倍；如果是其他小国要买，那就定为成本价的15倍。就这样吧，弹药购买与否不强求。是，陛下，臣遵旨，臣这就去办。早朝。昨天朕颁布了商税改革的事情，今天呢，朕有一件事情要办，那就是朕要修路。京城的路实在是太坑坑洼洼的，而且有人随意在街上大小便，这一举动坚决要杜绝，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朕决定先把整个京城的路修好，在京城各地建好公共厕所，路口用人举牌法，设立红绿灯，维持京城基本治安，并且自今日起成立一个交通管理衙门，专门负责路上的车马和人的刑事问题。工部尚书何在？臣工部尚书孙显恭临圣谕。朕前2个月交给你一份水泥制作方法，你研究出来了没有？回陛下，研究的差不多了，还在做最后的测试，预计最多半个月就能确定。朕给你10天的时间，到时候朕带百官去检验。这事儿没办好，朕摘了你的顶上乌纱。是，臣遵旨。户部和吏部暂由左侍郎行尚书权，维持正常运转。待失踪的2位尚书回来再交接。兵部尚书，朕要你查的火器装备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经臣查验之后所得知的结果，能够交易的火铳有3万支，弹药10万发，红武大炮不多，最多只能交易50门，炮弹500发，其余的还得送往边关，实在没有多余的。商部尚书夏元吉，朕欲组织一场拍卖会，这件事情朕已经跟内阁首辅说了，你退朝后去找他了解情况，用这些火器交易出去。这件事情朕全交你负责，所得银两70%直接拨到兵部，兵部准备造船造炮，余下30%归你们商部，可自从使用。这件事情你务必给朕办好，不要让朕失望啊！
臣遵旨，一定鞠躬尽瘁，以报圣恩。商税改革的事情已经昭告天下了，发面营那边也安排一下见血吧，总不能事事都靠朕的御林军吧？臣遵旨。朕决定开设皇家商业，众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不可与民争利啊！打着皇家的名头与民争利，必为天下所耻笑啊！商人乃贱籍，皇家至尊至贵，岂可与民争利？传出去，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乎？既如此，那朕得下一道旨意了，官爵不得与民争利，也就是说，有官职或爵位之人都不能从事商业。朕觉得这样也好，让百姓多赚点，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些。内阁就你旨吧，这道旨意颁行天下，凡发现为官者涉嫌或从事商业，一律革职查办，爵位在身者亦然。一经发现，削爵查办，绝不姑息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臣等俸禄都不够补贴家用，若不让从商，臣等真要饿死了。怎么又可以与民争利了？陛下，臣等知罪。朕要开办皇家商业的事情，众位爱卿谁赞成，谁反对？臣等无异议。既然无异议，那朕以后可不要听见皇家商业是与民争利之类的话了。陛下圣明。朕要焚书坑儒，焚尽天下儒学书，坑杀天下儒家学子，是非对错自有后人评论，千秋功过自有史书记录，朕不管。陛下三思啊！儒家乃是圣人门下，奉行圣人理念，教化众生。陛下若是动了他们，那就是在跟天下儒家为敌啊！你指自大汉废黜百家，独尊儒家以来，儒家妄自称尊，打压百家，时至今日更甚，藐视朝廷，目无国法，已然不适合再行教化之责。若教出来的学子皆是一群视儒家为至高，而眼中无朝廷之人，那乃大明之祸，乃华夏之祸。朕决定废黜儒学。常言道，一枝独秀不如百花争艳。即日起，召诸子百家后人入仕，传播学说，教化众生。明年至往后科考，不许儒家学子应试，将儒学从科考题目中抹去。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另外，屈服孔家作为孔圣后裔，执儒家牛耳，却不思带领儒家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实属罪莫大焉。即日起，废黜衍圣公封号，收回一切特权，免职在家待查，着锦衣卫彻查屈服孔家，凡有阻拦者，上至王侯将相，下至当地官员，凡敢阻拦者，格杀勿论，并着御林军支龙象军即日开赴屈服。神机营安排轻机枪30挺，重机枪5挺，迫击炮20门，火箭炮10门，大型榴弹炮5门，以及子弹、炮弹若干，随同前往。陛下三思啊！朕意已决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朕也想看看是儒家笔杆子硬，还是朕枪炮杆子硬。旨意即刻下达，不得有误。陛下，儒学乃圣人之言，儒家学子奉行圣人学说，教化众生，岂可轻言废除？大明儒家官员在朝堂上占据了30%之数，难道陛下要赶尽杀绝吗？众爱卿，朕听说过一句话：欲亡其国，必先亡其史；欲先亡其族，必先亡其文化。你们自己想想，我泱泱中华几千年璀璨文明，古往今来多少学说能让我中华腾飞，甚至达到更先进的思想文明？可是儒家以一己之力盖压天下学说，甚至有传言万般皆下品，唯有儒学高。儒家自己不思进取，反而将那些新时代理念统统贬为邪说，自己固步自封，还要拉着天下人一起落后。他们儒学教会了世人什么？教会了众生如何虚伪，如何脸皮更厚，如何目无皇权，只尊儒家。如此邪教岂能再容？朕说过，固步自封，不进则退。儒家乃我泱泱中华数千年第一罪人，自己不思进取也就罢了，那些想要上进的学说都被儒家直接掐灭在了摇篮里，就如同那昙花一般初开便败。只有刹那芳华，硬生生凭一己之力拉垮了整个华夏族群的进步，甚至到了后世，还有小部分地区深受儒学荼毒。陛下所言甚是，臣兵部尚书徐允公后请陛下废儒学。传旨：儒家威胁天子，目无朝廷，蛊惑人心，祸乱华夏，亡我华夏之心不死。儒家自教化众生以来，未担起教化之责，反而涂炭生灵，罪不容诛。即日起，凡以儒家学子自居者，杀；凡研读儒家书籍者，杀；凡为儒家求情者，杀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天下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朝廷的声音。朝廷的意志就是众生的命运。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传旨锦衣卫免职的那些人，全都查一遍。若有贪赃枉法者，从重问罪。该杀的杀，该抄家的抄家。通知龙象军和神机营，明日4时出征。朕率百官为他们送行，祝愿他们早日凯旋。儒家只会纸上谈兵，抨击朝政。朕今日要昭告天下，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退朝。第二天清晨，国子监程延彻求见。国子监的监生见朕什么事？
陛下，儒学何罪至此？陛下竟要大兴杀伐。昨天一个下午，我儒家学子遭屠戮者已过1000人。陛下，请你收回成命，以免遭天下辱骂，传千古骂名。你说儒家何罪？那朕问你，只要跟儒家唱反调的学说，都是邪说，对否？儒学乃是圣人之言，忤逆圣人，自然是邪说。怎么就不许孔圣之后再有圣人出世？儒家这么霸道了吗？朕身为大明天子，还没说不许天下其余各国，不许立国，不许称帝建制呢。你说儒家何罪？朕别的不说了，就说一个罪：投敌叛国。就凭这一点，就是不可饶恕之罪。敢问陛下，儒家什么时候投敌叛国了？昔日神州沦陷，百姓嗷嗷待哺，儒家在干什么？没有带领弟子精忠报国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去投敌。孔家后人为了争夺衍圣公的头衔，去向北元献媚，你们儒家还给了忽必烈一个儒家大宗师称号。这话朕说错了。百姓饿着肚子的时候，儒家在哪里？百姓冬天冻死的时候，儒家在哪里？外敌入侵中原的时候，儒家在哪里？太上皇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的时候，儒家又在哪里？你回答朕。锦绣盛唐之后，你们儒家就只会卑躬屈膝，致使我中原的脊梁都直不起来。你们就是这么教导世人的吗？陛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儒家一直外儒内法，难道就没有功吗？难道我儒家千秋功绩抹不去一点污迹？朕不否认孔圣人功绩，也不否认儒家曾经有功，更不否认儒家全部都是混账，肯定有真正造福天下之人。那陛下为何对我儒家赶尽杀绝？朕告诉你，在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你说儒家外儒内法，那是唐晚期之前，在那之前，儒家吸纳百家之精华。总体来说，没给孔圣人丢脸。可在那之后呢？宋朝如何？元朝如何？我大明又如何？陛下，儒家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难道也错了吗？让我华夏卑躬屈膝，神州沦陷，就是你们的；为天地立心，让我子民吃不饱穿不暖，劳累1年混个温饱都难，这就是你们的；为生民立命，打压除儒家外一切学说，藐视朝廷，目无天子，这就是你们的；为往圣继绝学，我九州沦陷何止100年？你们干了什么？不说你们造福黎民了，你们连一族都没有赶出去，甚至连反抗他们都不敢，只要自己过得好，哪管天下洪水滔天，这就是你们的；为万世开太平。陛下，请陛下教学生如何理解这4句话，求陛下指点。你们为什么而读书？不要说为横渠4句而读书，你们没有做到任何一句。问问你们的内心，你们为什么而读书？学生愚钝，请陛下教学生。横渠4句没错，你们为此而读书没错，但你们理解错了这4句话的意思。求陛下为横渠4句注解。为天地立心，就是要为天地树立精神价值，要继往开来。你要记住，固步自封，不进则退。儒家就是因为重视名节，不敢违背规矩，不敢为天下先，而且还不许他人为天下先，那又如何继往开来？朕登基之后，也要为天地立心。朕已经在朝堂放出豪言，朕登基之后，神州屈辱的时代必定从此一去不复返，大明从此不核心，不称臣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朕还要迁都北平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朕不要待在安宁的中原腹地，朕要去边疆，朕要敢为天下先，朕要告诉天下各国，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陛下，朱子有训曰：“3纲5常，不可悖论。”规矩怎么能变呢？无规矩不成方圆啊。3纲5常没错，我们要遵守，但是也要与时俱进。你想想，几千年前古人衣不蔽体，到后来身穿粗布麻衣，再到如今咱们身穿锦绣华服，这不是在变。朕也曾跟太上皇说，皇明祖训也有错，对后世儿孙限制太大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，要与时俱进。太上皇觉得有理，遂降旨，后世儿孙可与时俱进，适当修改皇明祖训内容，这不也是在变吗？陛下，那为生民立民何解？为生民立命，此为彰显大爱，让百姓家家户户有余粮，手有闲钱，偶尔吃上一顿肉，冬天不挨冻，天灾不挨饿，如此岂不是在为生民立命？读了书之后，去教会百姓知识，教会百姓明悟大道理，教化众生，恩泽天下，而非是百姓如见民，如此岂非大爱？这岂非是在为生民立命？朕说过，愿见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百姓俱欢颜。朕发展国防力量，你们儒家骂朕是穷兵黩武，可是朕也想问问你们
们儒家，朕难道错了吗？国库的钱不拿来发展国防力量，难不成留着当赔款吗？国防力量才是一个大国的底气，若是不用来如此，异族入侵，他们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那时大明怎么办？用你们儒家的笔杆子去骂走他们，还是用他们的圣人之言去教化他们，都不行。朕说过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元廷祸乱神州之日才过去多少年啊？你们儒家就忘了吗？异族窥测中原，奴役甚至亡我华夏之心不死了。朕告诉你们，要想种族不灭，唯有抗战到底。陛下，那位往圣继绝学，何解？你们儒家读书人自以为读了几本圣贤书便高高在上，又可曾低头看见百姓疾苦，百姓过不上好日子？你们不可能不知道，但你们不改。你们儒家只知道一味的回避和空谈，只会纸上谈兵。发现了问题，你们儒家只会说祖宗之法不可变。朕告诉你，这大错特错，知道错就要改，而不是墨守成规。你们儒家不敢为天下先，朕敢。再比如说孔圣人，他没成为圣人之前，你们知道他会成为圣人吗？朕召百家入室，意为集百家之长，聚百家之草柏，重现先秦孔孟之道，实现真正的天下大同。这难道不是真正的魏王圣继绝学吗？真正的魏王圣继绝学是要接续文脉，而非恶意打压百家。那为万世开太平呢？国泰民安，天下大同，军民一心，岂不是盛世？岂不是万世太平？为万世开太平，是家国情怀。学生受教。记住，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吾辈学子要以吾辈之青春，共筑华夏之盛世。陛下之圣言，真让人如雷贯耳啊！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。可吾等读着圣贤书，又可曾做到真正为天下、为百姓做实事？空谈误国，腐儒误我，这儒学不读也罢。吾要弘扬陛下心学，道之所在，纵千万人，吾往矣。16年不见真我，如今真我见我。此后吾必奉行圣天子教诲，每日3省吾身，同修3德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3日敢为天下先。吾辈学子，必以吾辈之青春，共筑盛世之华夏。天子身前，何来圣人？吾道成矣。退下吧。程岩撤走后，内阁首辅王纯萨求见。你又找朕什么事？你身为内阁首辅大臣，一天天的很闲嘛。陛下恕罪，臣实属是有大事要禀报。是兵部官员认为现在大明火器都还没有普及，出售火器给他国，实属给我大明招灾，所以请陛下三思。朕说你是真蠢还是假蠢？臣郁闷，请陛下训示。你说朕知不知道大明火器没有全军普及？陛下肯定知道。那朕知道，朕还要卖火器，你就不想想为什么吗？你们这些臣子平时不是挺能揣测帝王心吗？怎么这次全都傻了？臣郁闷，还请陛下解惑。朕当时怎么说的？他们买完火器如何？陛下说，买完之后大明还附带护送火器回他们的国家。那你觉得朕很傻吗？免费护送，朕是不是说了欲取之先予之？火铳这东西他们是不是不会用？那朕派人去教他们用，很合理吧？那火器作为杀伤性武器走火了，很合理吧？既然走火很合理，朕护送到他们国家的时候再走火合理吧？不小心走火击毙了他们的国王和皇室众人以及文武百官，这也很合理吧？陛下，臣明白了。不过能卖的就算全卖出去了，想要直接完成这么大事情也很难吧？毕竟火铳威力有限。朕把火器给他们，那大明的人回来也可能会遇到危险，所以朕要派人护送火器过去，还要派轻重机枪以及轻重火炮保护我大明的人顺利归来，这不合理吗？陛下高瞻远瞩，臣佩服的五体投地。陛下什么都没说，臣也没有来单独找过陛下。下去吧。王纯萨走后，太上皇朱元璋来了。咱记得几个月前你说咱是毒夫，这不对那不对，怎么你现在也这样了？父皇屠龙者终成恶龙，你不也活成了你最讨厌的样子吗？而臣从不理解父皇，到理解父皇，再到成为父皇，甚至超越父皇，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父皇不应该高兴。是啊，屠龙者终成恶龙。那你先前为百官请命这事儿又怎么说？这2天半个朝堂都被你罢官革职了，这可不符合百官利益啊。那是宁王朱权的事情，跟朕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要焚书坑儒，那你不怕天下各地皆反，儒生可遍布天下呀？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我就不相信儒生不怕死，我就不相信儒家的笔杆子比大炮还硬。那你不怕青史评说？青史评说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永乐这个年号是你自己取的。永乐怎么了？如果咱没记错的话，北宋时期反贼方腊，自号圣公，以年号永乐，这个年号可不太吉祥。
父皇，历史上有3个人用了永乐的年号，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梁桓王张仲华，二是高句丽好太王，三为北宋反贼方腊，你可知道？咱倒是不清楚，不过方腊的年号也是永乐，你也用此年号，未免有些不吉利。你不如学学咱洪武多好，其中洪意味着大，而武意味着军事，寓意着咱扫灭群雄、驱逐蒙元的英武功绩。你哪怕教个成武，上承洪武之意不也好？父皇，永乐之意是愿我华夏永享安乐之意。纵然他曾是反贼的年号又如何？我若如父皇一般立下不世功勋，成为一代雄主，那世人提起永乐，是说我这个功在千秋的永乐大帝，还是反贼永乐大帝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不是我用了反贼了年号，而是反贼玷污了永乐这个年号。你说的对，若是别的帝王，恐怕对此年号避之不及，可你却非要迎难而上。这年号既是承你千古之盛名，亦是承你万古之骂名。你若做成了千秋功绩，那你就是永乐大帝。后世儿孙提起永乐，就只会说方腊玷污了永乐这个尊贵的年号，而不是说你用了反贼的年号。可你若是耽于逸乐，荒废朝政，成了一个昏君，那你就是比之反贼还不如。那时候你可就是遗臭万年了。儿臣先前许下的承诺一定会做到，功盖万世。行了，知道你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就行。那些文官心都黑，就会玩心眼子，你要多多提防。父皇，我若没有绝对的实力，那我自然只能跟他们勾心斗角。可是我有绝对的实力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勾心斗角？就如父皇一般，杀无赦，就不信他们还能翻了天，杀到这天下玉宇倾城。你说咱屠戮太大，你现在不也杀心这么大，要为我大明杀出了朗朗乾坤？父皇，你杀戮太大没错，但儿臣没有说你错杀，你只是牵连太多了而已。行了，事情都做了，还想那些干什么？咱走了，你忙吧。次日，商部尚书夏元吉求见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皇上虽无一策，是东营的财力更雄厚一些，火铳东营最终以1万两成交，而洪武大炮则是以25万两成交。他们一次性购买了300支火铳，20门洪武大炮。东营这个地方很富饶啊，四哥，有场仗你去打吗？皇上所言当真，打哪里？东营。一个小岛，打它干嘛？皇上，咱们正准备和东营签订火器买卖条约，攻打东营师出无名，必遭天下耻笑。皇上三思啊！四哥，这个地方有金矿，还有银矿。我有确信消息，这个小岛上遍地银矿。金矿虽然少，但只是相较于银矿少而已。只要把这座岛开发起来，大明得再建很多国库了。打下来，必须要打下来啊！皇上，这是我们中原的东西，必须要取回来。皇上，消息属实吗？当然，把东营打下来，朕封你做征北大将军，让你在战场上打个够。四哥以为如何？那还说什么？作为我华夏固有领土，东营漂泊海外已经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收回来了。东营是要收回来的，但是东营人就不需要了吧？他们乃蛮夷，为威而不为德，是贱骨头。皇上，你是要灭国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大明怕是要举世皆敌呀！如此残暴，万万不可取啊！当然不是，挖矿也是要人的嘛，朕是这么想的，老弱病残全杀，先来一个下马威，然后将青壮男子全部阉了，让他们去挖矿，累死了就扔海里喂鱼，女子则是围下绝子汤，送往各地为奴为婢，好看的就送入青楼。这一带的东营还是灭种比较好。皇上，这东营跟你有什么仇怨吗？你要这么对他们，就算有，也不至于对普通人下手吧？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战端一开，最无辜的就是普通百姓。可那又如何？这就是天道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强则强，弱者亡。谁让东营怀揣着那么多银矿？古语有云：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虽然很扯淡，但这是现实。没有能力保护东西，得到了那就是杀身之祸。怪只怪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他们弱。行，我没问题，只要能打仗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那咱们要不要找个理由？他们买了火器，不是最好的理由吗？咱们押送火器过去的时候，火器不小心走火了，然后我们有个士兵走丢了，亦或者怀疑他们东营在研究大型杀伤性武器，理由这东西还不好找。那皇上需要臣干什么？什么时候打？这钱什么时候能运回来？凛冬将至，不急，过完年再说。更何况现在还需要造船呢，所以现在就需要条船建船。我这就去找允公，让他安排，明年3月份之前必须把船安排好，不管是抽调还是建造，反正明年3月份我要船。四哥，这件事情要保密，暂时不要说。臣遵旨。
臣需查查大明还有多少条战船。昔年太上皇打天下司和陈友谅干家，应该还剩不少船。臣告退。皇上，你那弹药够吗？要不要下旨让军器局的加班加点的造？火系没有弹药，那可就是一堆破铜烂铁了啊！四哥，你放心吧，朕有机床、子弹、炮弹，不说管够，等到明年3月，让你对东营那个小岛实施一场火力覆盖，还是问题不大的。那就行，皇上你放心，我一定用咱们的大炮，好好的为我大明丈量一下国土面积。四哥，把他们青壮男子阉了和给女子喂下绝子汤的事情，最好不要传出去，以免影响不好。这个命令是我下的，跟皇上你没关系。若是传出去了，千古骂名我朱棣背了。四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让他们王族灭种，也是给我们华夏子孙后代谋福祉，以免他们的后人想要复国，到时候找我们华夏报仇，将他们王族灭种。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一如你所说，千秋功过自有史书去记，是非对错自有后人去说。我那时候都死了，哪管身后洪水滔天。四哥，你没必要如此的，我没有让你背锅的意思啊。容我放肆一下，17弟作为兄长为弟弟办事，那是理所应当的，这没什么。作为臣子，这更是应该的。你要知道，父皇这些年屠戮功臣，影响不好。你若再背个骂名，与我大明不利，到时候史书上面不好看，到时候史书写我大明2代帝王，那都是残暴之人，那跟北元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事我会尽力隐瞒消息，倘若传出去了，骂名我一肩承担。而这也是我递给你的一个杀我的刀。你说要封我做征北大将军，来日我若战死沙场，还责骂了。可倘若我没有马革重视，反而功高震主，那时作为皇帝，你必然对我起了疑心。届时我必然只有马放南山，激流隐退这条生路，不选就是死。可我功高震主，若马放南山，作为君王是不可能放心的。你若杀我，必然落得个残杀手足、兔死狗烹的骂名。这把刀我递给你了，来年我功高震主之后，你若放心我马放南山，就许我一条生路，让我安享晚年。若不放心，你就可以用这把刀来处理了我，这是光明正大的理由，不会有人说你薄情，以至于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。洪武一招，父皇诛杀犯事的功臣没错，错的是株连太多无辜。你这永乐一招，万万不能再出现这种事。四哥为我办事，绝不会出现兔死狗烹的下场。你刚登基，有些事情你不懂。帝王掌控天下，对权力的掌控欲是非常大的。我若功高震主，你定然担心我效仿你奉天靖南。身为皇帝，你不可能不起疑心的。这把刀递给了你，你就不需要对我起疑心了，因为你随时有个可以光明正大杀我的理由，还不会有损你的圣名。只有这样的臣子，皇帝才敢放心用，明白吗？四哥，我们兄弟之间要相宜到这个地步吗？一朝登基，六亲情绝，天子身前，何来兄弟？难道帝王家就不能有亲情？为君者称孤道寡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拥有天下却没有家，这是做皇帝的代价。站在这个位置上，高处不胜寒。你没有朋友，也不会有兄弟，更不会有亲人，你所拥有的只是臣民。四哥，现在说那么多没有意义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若你真念着我日后的功劳，就许我一个善终即可。臣告退。次日早朝，徐允公倭寇袭扰海疆，你这个兵部尚书怎么说？是打还是和？回皇上，兵部的字典里没有和字，犯我华夏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臣叩请皇上向倭寇宣战。臣等附议。看来徐爱卿是很忠君爱国的。那自今日起，加封武英殿大学士，入内阁辅政，并全权指挥平倭之战。朕先拨给你50万两。明年3月份，朕若还听到了倭寇袭扰海疆的事情，你给镇守海疆去吧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厚望。朕决定恢复军功封爵制，并爵位知上县，不再是国公。朕愿封异姓王。臣等请战，不破倭寇，誓不回朝。平倭一事全权交由兵部尚书安排。明年开春前，朕不想再看到倭寇，其余的朕不管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散朝后，虾仁找来了心腹太监。你去传个消息，卖官虚爵的消息，把剩下那个内阁赐府的位置卖出去，100万两起，价高者得。就说只要花的钱足够多，就能坐上辅臣的位置，不要让人查到踪迹。这事儿抓紧给朕办好，也别走漏了风声。另外，你去宫外收购一个青楼，然后对外放出消息，可以卖官虚爵，还可以捞人平事，只要钱到位就行。钱到位了，哪怕进了诏狱的人都能捞出来。不过办事之前要问过朕，能不能干朕来决定，不是所有钱都能拿的。是皇上，不过卖官鬻爵上来的人能用吗？
你格局小了。他们花钱坐在买来的位置上，可是能坐多久，那不还是朕说了算？他们花钱，朕只能保证他们能坐上这个位置，能坐多久，朕可没说要保证啊。更何况，只要朝廷核心位置在朕的掌控之中，文武局面不失衡，这些小打小闹的无伤大雅。捞人的话，一些实在罪大恶极的，这生意自然就不能做。花钱买官的人，叫锦衣卫都盯着，只要有违纪乱法，就随机宰几条大鱼，然后再继续卖这个位置，不要全抓，不然的话，那可就没人敢买了。皇上圣明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这种事情要把尺度把控好，不能为了钱什么人都捞，什么官都卖。咱们办事也要有底线。另外，这所有开销从内库出，所有收益都进内库。这其中你能收多少孝敬，朕不管，但是办事的钱一分都不许贪，这是底线，你明白吗？是，皇上。还有，去告诉反贪局王斌，有些事情睁只眼闭只眼，不要为了政绩疯了似的攀咬人。有些羊要养肥了才能杀，告诉他一个底线：从3品及以上的人，他无照都不许动；从3品以下的，也别都斩尽杀绝。其中尺度让他自己把控，不过证据还是都要有的。朕要动的时候，他们得第一时间把证据拿出来。如果办不好的话，他就早死早超生吧。正所谓断人钱财，就如同杀人父母。他现在这么搞，绝对会被许多官员盯上的。是，皇上。这话也去告诉宋忠，让他别为了跟反贪局内卷就乱咬人。同时告诉他们双方，目光不要只盯着京城，各地的大肥羊还等着他们宰呢。遵旨，奴婢告退。没多久，朱元璋来找虾人。父皇来此是有何吩咐吗？没事，咱听说你废除了禁海令，要开海。对，禁海无异于闭关锁国，仅靠内陆发展，大明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腾飞，必须要打通海外贸易。倭寇不是那么好灭的，水师培养起来要用很多钱。父皇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大明的疆土不是只有看得见的，还有看不见的。别说是水师了，就算是天空，也得是我大明的。现在我们有陆军，接下来我还要发展水师，甚至未来还要有空军，三位一体降维打击，做到天上地下，唯我华夏独尊。咱既然将神器交给你了，设计之事咱就不会过问。咱就有一事不明，咱听说你让徐允公造船，明明只要300万两，你却拨了400万两，怎么？你钱多吗？你当家了还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吗？父皇，那你认为应该拨多少？他要300万两，咱看还有的多，可以在这秦少拨50万两，250万两就差不多了。父皇要把官员当人看，不要把官员当牛马看。当官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是为了不再过普通百姓的日子。你可还记得曾秉正？好像有点印象，不太记得了。曾秉正，他曾被父皇委任为官拜正3品的官员，是个清官。被夺职还乡之后，没钱充当路费，无奈卖掉了自己4岁的女儿充当路费。父皇你知道之后，不仅没有怜悯他，反而将他处以宫刑，这让不让官员寒心？咱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个人，3品高官，连回家路费都不够，怎么可能？咱自洪武4年定下官员俸禄之后，3品官年俸有400担啊。父皇，3品官年俸410，可早在西汉，一个郡守的年俸就已经是2010了。父皇还觉得自己定的俸禄合适吗？更何况官员的俸禄不光要应付一家老小的开支，还要承担与自己官位相匹配的一应辽属的资纳公。抛去官员自身道德修养不谈，单是为了维持本衙门众多辽属的人吃马爵的开支，大明的官员也不得不搞些副业。我先前说你弑君逼臣，贪你还不信？10年寒窗考取功名，结果过得与穷苦百姓无异。那我10年寒窗为了什么？若是不干了，回家种地，那甘心吗？人生有几个10年？出于人性，那么就只能贪。贪也分2种，一种是耽于逸乐的贪，一种是被生活逼得去贪，这是2种人性。父皇，你要知道，官场是有自己一套规矩的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这个规矩就是人情世故。虽然这听起来很扯淡，很不合理，但那又怎样？这是现实。照你这么说，贪官无罪了？不，贪官有罪，但也无罪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假如某地出现旱灾，赈灾需要100万两银子，朝廷拨款100万两。如果赈灾的官员能用50万两就把灾赈好，那他贪剩下的50万两，那就是无罪。可若是明明100万两才能犯灾，官员还贪了这笔钱，让百姓遭灾，那这种贪就是有罪了。父皇明白吗？贪官就该杀，没有什么大道理。
父皇一个人心中的成见，就宛若这座是一大山，任凭怎么努力也搬不动它。我与你三观不合，就是我们之间沟通最大的障碍，所以你不会认可我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从古至今就有2套运行的规则，要么明白规则，要么被规则淘汰掉。顺者昌，逆者亡。这2套规则，一套在明，一套在暗。明的是仁义礼信制，暗的则是利益算计。父皇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对百姓好，天下官员几乎全部反对，甚至各种对百姓好的政策都是阳奉阴违？咱不明白，咱杀了那么多贪官，可他们就是不知道收敛。苍天若再给咱20年当皇帝的机会，咱还要继续杀贪官。所以啊，儿臣奉天靖南，这才一路进了紫禁城啊。这2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为官者，他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银珠宝，也不是土地玛瑙，而是底层的百姓。你为百姓好，就是在动官员的利益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动他们利益，就是在剥夺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命受到威胁，什么不敢干？笑话，咱就不信一路杀到底，杀不尽天下贪官。父皇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我也觉得很可笑，可那又怎样呢？这不是事实吗？百姓底层的观念才是官员利益的来源。天下这么大，治理的话，靠你我一个人治理得过来吗？不，还是要靠他们官员。要想马儿跑，就要给马儿吃草，你得给他们前进的动力啊！父皇，你信不信？我跟徐允公说3月份要看舰船，他2月份就能给我造好，我拨给他400万两，就是在默许他贪。只要他能把事情给我办好，贪又怎么样呢？你想天下皆清官，永远都不可能，因为在乌鸦的世界里，白天鹅就是罪，就是异类。你在挑战这几千年的规则，所以官员跟你离心离德。可笑之极，你就默许他们贪吧，到时候你才是让百姓受苦最大的罪人。比起只知道剥削百姓的贪官，我宁愿用能干实事的贪官，最起码他把事情干了，那他只要不过分，自己把控好尺度，我睁只眼闭只眼又怎样呢？当然，他若变过了心，该杀就杀，绝不姑息。糊涂。这不是糊涂，这是人情世故。没有背景、不懂贿赂的官员，10年知县的大有人在；有背景或者是知道迎合上司、贿赂上差的官员，10年足够他平步青云，甚至爬到高位，权掌中枢。这就是现实。歪理，歪理，歪理！父皇，我说了，3观不合是你与我沟通最大的障碍。父皇没事就回去吧。数日后的早朝，皇上，儒家1000年传承，何罪至此？儒家担不起教化之责，压断我神州脊梁，朕灭又如何？皇上，我儒家有功也有过，功过相抵不可以吗？陛下就一定要将我儒家赶尽杀绝吗？给我儒家一条活路行不行？朕不否认儒家有功，朕哪怕许儒家功过相抵也没什么。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儒家，朕要做一件事情，儒家不同意，朕强行来干，儒家就逼宫扣阙，胁迫天子，就这一条，朕绝不再容儒家。儒家倒反天罡，朕倒要看看这天下姓朱还是姓儒。朕有传国玉玺，所作所为皆是天意，你待朕如何？那臣就要看看皇上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敢不敢用万古骂名，换我儒家传承覆灭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老夫无非一死而已。传旨：凡以儒生自居者，立斩不赦，不许儒生进宫。那些敢逼宫的为首者，通通诛3族，流放6族。朕今天把话放在这，这天下只能有一个意志，那就是朝廷的意志。卧榻之侧，不容他人水害。顺者昌，逆者亡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传旨：着锦衣卫彻查在京佛门是不是跟儒家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彻查一遍。若是佛门也过了线，朕不介意灭儒的同时再灭佛。即日起废除佛门和读书人一切特权，并昭告天下，百家争鸣，盛世将至。朕欲立国教。臣附议，理当废除读书人一切特权，并予以为国捐躯的士兵一些特权，让他们的家属日子好过些。即日颁布天下，即日起施行，把国子监门口的门帘换掉。上联：为官为财，请往他处；下联：贪生怕死，莫入此门。横批：兴我华夏。读书若是只为了当官而读，那当了官也不是什么好官。读书要为国泰民安读书，真正把横渠4句落实而读书。横渠4句，但凡真正意义上落实了1句，就可以称得上是当世圣人。另从即日起，国子监开5科，由国子监联合兵部开课，由朝中将领去教课，教他们上战场杀敌，教他们如何指挥千军万马。朕唯愿国子监出来的学生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，定我汉人江山，护我汉家儿郎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
好了，再说刚刚佛门的事情，经营人手不够的话，可行文御林军请他们帮忙。佛门若藏污纳垢，同儒家一般狼狈为奸，大明便灭佛焚经。毕竟天子脚下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只怕更甚。届时勒令大明境内僧侣还俗，不还俗者，要么驱逐出境，要么死。数月后。灭佛，史书上以后怎么写？你不是要做千古一帝吗？那你还不洁身自好，非要背上污点？千古一帝不是朕自封的，千秋功绩，万古不灭，这些是要靠后人去说的。朕死后，不管身后洪水滔天。佛门发展壮大至今，不是你一朝一夕能够撼动的。你别整的宗庙倾覆，江山倒悬，黎民涂炭。中原不是没有灭过佛，他们之所以失败了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一切规则的能力，而朕有。真理从来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百万僧人又如何？当中有1/10在死亡面前和佛门生死与共的吗？可笑！陛下说的是。叫内阁给朕拟一封诏书，就说朕门佛门诸多恶行，错信佛门慈悲，如今决心亡羊补牢，为我华夏大地不再受佛门荼毒计。朝廷决定灭佛焚经，凡僧侣者一律全部还俗，不还俗之人，要么退出大明国境，要么死。叫经营和御林军都动一动，先从京城开始。遵旨。让神机营也出去转转，顺便叫道门的人把佛门那些金身法相通通融了。抄佛寺所得收益，内库分1半，国库分30%，余下2成是他们抄家该得的。此事作为回报，朝廷可免费捐赠一部分庙宇给道门改为道观。遵旨。数月后早朝。朕决定灭佛焚经，佛门自后汉时传入我华夏1000有余年，香火日益鼎盛，又有随地兴佛办道倡儒，以致佛门更为鼎盛，助我大半中原信仰臣服。朕公闻之，大悦。又见大明腐儒误国，下诏焚书坑儒。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信仰不可一日无主。朕知佛家昌盛多年，必能胜任国教，故有欲立为国教之意。然不等国教确立，奏折如飞雪入御书房，皆言佛门耽于逸乐，奸略是八戒如无物，清规如耳凤。朕闻之不偏信，只以为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罢。然近期佛门诸事上达天听，句句有实证，人证物证，铁证如山。朕前仅一味察之，竟不曾详笔示警，流传之过错过犹不及。佛门之所为，天地不容，奸淫掳掠，烧杀弩夺，坑蒙拐骗，强占良田，吞并土地，勾结命官，为虎作伥，祸害良家等108条大罪，罪罪铁证如山，条条竹难书，件件罪不容诛。真是人神之所共愤，天地之所不容。朕闻高山佛寺之顶，琉璃为瓦，庙宇之间法像金身，以至于至今竟多为狼心狗行之，无恶不作之徒为僧。诸佛降百姓之香火，却从不见诸佛生莲度我百姓。山上金身黄金度，山下百姓一子时。朕初闻是以为空谈，今闻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佛经有云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朕闻之有理。如此僧侣不堕入阿鼻地狱，谁人堕入阿鼻地狱？佛家有怒目金刚，然天下僧侣行恶事者10之7、8，为何不见金刚怒目？言佛慈悲，那佛又为何不见对我百姓慈悲？我中原百姓兴佛家，念经书，盖庙宇，更有甚者，日日夜夜上香叩首。佛何曾怜悯世人？旱灾医治，赤地千里，佛在何处？蝗灾医治，粮食尽空，佛在何处？水灾医治，千里饿殍，佛在何处？江山倒悬，生灵涂炭，佛在何处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佛之道，损万民以肥自己。乱世不见佛门开山度百姓，盛世却见佛门开山敛钱财，使百姓之供养而不顾百姓，如此岂是天地正道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然佛门之举，甚寒人心，寒百姓心，寒天下心，亦寒朕心。朕再不能坐视不管，任由生灵涂炭，由是决议承运天道，灭佛焚经。即日奉天承运，大明境内再不复佛门，凡佛家僧侣悉数还俗归家，不愿还俗者驱逐出境，但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凡大明境内佛经、佛像尽数焚毁，凡金身法像尽数熔炼，不复存在。着各地锦衣卫即刻交办，自京城为始，诏命经营御林军酌情拨付部分兵马巡视天下，以定诸事。但凡阻拦者，皆按谋逆罪论，格杀勿论。佛门名下所有土地、庙宇、不义之财，全部收归国有，以备民用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才是天地正道。陛下圣明，国皇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圣明，国皇万岁万万岁！据锦衣卫奏报，北元的人跟佛门接触了，佛门给了北元很多的粮食和金银。北元趁大明内乱，大军开赴瀛州之际，押上国运，跟大明一战，骑兵13万，所有男子尽数分配马匹，上马为兵，预备18万，合计21万可战之兵。北元已经赌上了国运，佛门不知道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交易，让北元敢这么赌。
陈等请战，马踏北原，一举扫平整个北原残部。王阁老，你的意思呢？臣以为此战可一举荡平北原残部，鞑靼、瓦剌部等一族，一举肃清草原，将那里变成我大明的牧场，完成木马天山、开疆拓土的第一步。徐阁老，你以为呢？饮马瀚海，风浪居胥，就在今朝。既如此，命令御林军和经营各自遣将调兵备战。御林军所需开销，镇的内库出；所得收益及后续奖赏都归镇。商部出资支持经营开战，所得收益金银全归商部，其余全归户部。经营封赏由户部出。永乐元年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大限将至。父皇他们都已经出去了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你不是咱的权儿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，你不是咱的权儿，你到底是谁？他是我的今生，我是他的来世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下辈子的他，从未来而来。那你应该是得到了仙缘了。那你从什么时候来的？咱的权儿什么时候没的？6岁。6岁，10多年前了。你既从后世而来，咱且问你，大明真的有那么不堪？咱定下的皇明祖训，真的就害大明不浅？大明传了多少代？皇明祖训对后世大明皇帝限制极大，否则大明是很有可能中兴的。至于大明传了多少代，其余早就成了定数。早成定数何意？重8就是定数，重8那就是16。大明传了16代。大明传国16代，开局一个碗，结局一根绳，明末崇祯帝自缢眉山之上，结束了大明。16代，那我大明享国多少年？大明享国276年。276，300年国运都不到啊！不过我会让大明千秋万代的，最少也要让大明跳过300年这个坎。咱一生多有遗憾，听到这话又多了一条遗憾。每个人都有遗憾，不仅仅是你，大明也有很多遗憾。大明有何遗憾？大明的遗憾可多了，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你，是众望所归的储君和嫡长孙的英年早逝，是那日京城的一把大火，是一代人君在位不满1年，是郑和下西洋，新大陆失之交臂的舰队，是为了证明自己征战一生，生于战火，死于征途的马上皇帝，是英年早逝的完美帝王朱瞻基，是埋葬才高8斗的那一场大雪，是断送大明50万精锐的土木堡，是拯救了大明的英雄却拯救不了自己的于谦，是守住了江山却守不住妻儿的朱祁钰，是一个短命的好人和好皇帝朱佑樘，等等等等，大明的遗憾数不过来。大明这么多遗憾吗？可惜咱补救不了。还有我会尽最大可能挽救大明遗憾。咱问过你，咱死后你会怎么评价咱？你说功过参半，难道咱一生的功绩抹不掉咱的污点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实话很难听。你说。如果你早死几十年，你是千古一帝，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足以抹去你的一切污点。可是你没有，在你即位之后，恢复活人殉葬制度，发明八股文，立皇明祖训，屠杀功臣，将天下为公变为朱家之私产等等。你的污点不止一条，10根手指头都